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的是今天最后一场表演赛。 峡谷2v2这场比赛将由我们的时代少年团宋亚轩和刘耀文对阵到李承铉和林更新，弟弟们和哥哥们啊，有请两组我们的战队来到我们的身边，有请4位，有请。 其实刚刚炫哥也一直在台下看3v3的比赛，很早就来到现场，是一直在关注着腾哥，对他的下午蹲赞不绝口。哎呀，不知道现在我们炫哥跟小新此刻的感受怎么样？来，有请两位，加油！也欢迎宋亚轩和刘耀文。 怎么样？现在打过第一轮了，现在要和炫哥一起配合来对阵弟弟们。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玩，没玩过2v2对不对？没玩过。因为前面3v3，弟弟们有时候可能有些一开始没有摸到头脑。对，没玩过，所以我们在想有什么样的思路会比较好呢？怎么样思路比较好呢？没想好呢还。我来提醒一下4位，野怪可以打，只有龙不能打。但是呢，如果一直频繁打架，带个城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带城没用了，对吧？所以野怪可以打，但龙不能打。对。所以要选择什么样的英雄？ 而且2v2的英雄组合之间是非常重要的，在刚刚我们介绍第一轮规则的时候，已经为两个战队都阐述过了。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经典环节，就是互放狠话。我新哥狠话这边应该是挺厉害的吧？哥哥们先来。我狠话不是很强，来承铉来吧，狠话。我一般不喜欢把话说的那么满，等到我赢了以后，我把狠话再补一下。如果输了，就是嘿。 合作愉快。我的哥，这直播呢，我们要补镜头，对不对？要补狠话啊！弟弟们呢？我们也是这样的，都客气了起来。没关系，后面再补吧。就让我们把直播录成录播吧，没问题。我们狠话等一下，等结束之后再来补放，好不好？来，有请两支战队进入我们的比赛席，加油！加油！加油！手下留情，加油！好，有请4位落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欢迎回来，好，马上进入到了就是2v2的环节了。这个老实说啊，你别说他们打过没有，我都没说过，我也就说过5v5地图1v1，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擅长的。对的，5v5地图2v2这可以咋办呢？它是2v2 3条线加野区，我甚至都不知道还要怎么吃钱了。对啊，就是你看，我也说了8年了，我说过 flat solo 赛，对吧？说过刺痛的，我说过很多选手的 solo 赛。 也说过3v3，我现在也说过了，但真的2v2我是没说过。头一回见啊！哎，你们在平时会去用训练赛的阶段去练这个2v2的环节吗？有，还真有，真有是练中辅对线。就我们第一波中辅或者是射手的第一波中辅或者是边路辅助加边路的第一波开局，然后模拟对方的那个2个英雄，然后进行去一个对抗，就打这种理解。对，但是。 它不会超过4分钟，我们打个前期，对吧？摸透了这2个英雄的属性之后，也就结束了。就进入了小爆团期、中期之后也就算了。对，主要是练对前期已经过了。对，主要练前期对线。它这个要牵扯到一个后期的话，加3条线还有野区了，那这个空间太大了呀。对啊，就看谁更有。 更能想象了吧？想象力特别大，我感觉。因为你这个东西不是刚刚我们说3v3还有阵容搭配这么一说，那你2v2的话，你真的就是说2个人又要处理3线，又要有推塔能力，又要有防守能力，又要有刷野效率。然后你还要覆盖前期、中期、后期，但是我感觉不用看前期，我们就看中后期。最主要的是看，如果说是2个人必须得在一条线上打啊，哎，那样的话可能还就是要有组合了，对吧？有组合了。但如果说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话，大家就会先想着我怎么样刷钱更快。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要好好利用一下，对抗路的那个传送。对。哦，可以快速吃钱。哎，就是我把上路线清完，我立马传走。哎，到中路来赶紧把线补了。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感觉这种图的话，可以选那种灵活性比较强的英雄，然后刷也快，然后位移多，像什么韩信这种，对吧？还有蓝这种，我发育的快，然后加上刚才我们利用那个传送，我可以同时达到一个人管2条线，那剩下的一个人去在中路把线管了，然后也可以带个惩戒，因为我感觉
就是要选2个灵活性的，把钱吃了，超标发育，然后就打那种人数差。我在这边，就你2个人始终只能管2条线，但是我可以用我的灵活度，我去管完1条线，我再去另外1条线进行推进。就我们之前说的宝石流，你得把这个宝石流给它突破一下。 4元突破一下，就是原本我们说宝石流是让打野吃1条线加野区嘛，对吧？中路全放嘛。但是现在你是领2个人要吃3线。刚刚弗莱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2个人都带城，你是红区，我是蓝区，对吧？那就有一个古老组合呀，刷得快，什么？然后又有位移啊，橘右京加韩信，橘右京加韩信啊！哎呀，在我旁边坐你们俩，然后再说到橘右京和韩信。 今夕是何年啊？2024年，你们给我说到2017年去了，不知道他们的英雄池如何？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过的，今天这是什么？刚刚大老师也说了，这是哥哥们打弟弟们。这场比赛要知道，现在弟弟们可爱玩了。对，这重点就是哥哥们的英雄池怎么样？战至巅峰这一季，给新哥。 还有炫哥到底英雄值提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在英雄上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在右下角两边在 BP， 蓝色方这边已经是刘禅哦，哎，刘禅米莱迪别说真有想法，刘禅米莱迪加草林行不行？让你没有办法去发育，必须得在我线上跟我锁死，必须要有1个人必须来守这条线，但是1个人你又守不住。而且如果说按照我们刚刚刷钱的思路的话，他还选不了1个人能守线的英雄，一般只有法师才1个人守一波线啊。对，除非什么又选个海诺什么的，又开始1个人就追着那2个人去守线。哎，这哥哥们，你们选英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剩5秒。东皇，哎，这个。 孙尚香、东皇太一怎么办？清不完线了，我觉得，我感觉这1个米莱迪就够他们受了。弟弟队应该已经6-4开了，3-7开了，已经3-7开了。对，没办法清线啊。选英雄的小套路上是被克制到了。哎，这新哥的东皇太一是有什么说法吗？就他回去练了东皇边路。 啊，然后可以稳定跟人家1换1的同时上路对线，别人还打不过。哦，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双方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现在小刘使用到的是这个米莱迪，而小宋使用到的是刘禅，炫哥是孙尚香，还是发育路的英雄，带的干扰的刘禅。对，这波1级就想给中国上压力啊，因为知道孙尚香这英雄清线并不快。这边尾道也是全留给米莱迪，轻易去叠机器，中路直接给压力呀。 轩哥头很疼啊，他这个小兵太多了，对，太多兵了，这才50秒钟啊，中路这个防御塔已经剩1半血了。你看孙尚香这个推塔太快了，对，你看把东皇太一都逼到中路来了，必须得过来了，不然3分球，1个人是真受不了。对，就强行帮你锁在1条路，然后跟我打，对你谁都走不了。 这最终还是打成了2v2。 而且2v2最好玩的是，你有辅助，我也有辅助。哎，你东皇辅助，我刘禅辅助。但是这个手长手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你在前面扛伤的，一个是有续航的，一个是没续航的，那是不一样的。打完一波，刘禅就得回家。但东皇太一的话，新哥直接进野区，用自己的这个球回一回血。这边帮孙尚打个蓝 buff 啊，但是。 真帮孙尚香打的吗？东皇2技能也需要蓝 buff 吗？他可以想打 poke，可以。但东皇前期拿蓝的话，确实还挺舒服。就是你可以这么想，东皇太一他的1技能这个小球是能回血的吧？对，是要蓝吧？要冷却吧？对。哎，这个我给他个蓝 buff，他不就变成永动机了吗？哎，不是，你看他这个不按套路出牌，我上一波我在中路，我下一波我就来。 发育路，你现在就是牵着红色方打追线，但是他每来一波，这防御塔掉1半血。你作为追线方，你一定是落后清线的。是，牵着鼻子走嘛。又走了。哎，知道你这2个英雄推塔没他快，给你换，只要不跟你不对到位，我推塔就是比你快，还能磨塔的那个血皮。这波东皇4级有可能会打起来，但是没闪了，上一波把闪交掉了。是。 又来了，孙尚香还没赶过来，但东皇太一把兵线拦住了。东皇太一前期的坦度确实高啊。这波消耗一下米莱迪的分裂飞机。哦，这边要吸了，哎，没吸到被夹住了。哦，这边2技能2个。这波可惜没有闪，有闪的话就有机会把小宋带走了。
把中线吃完，然后提前往下跑，因为这波小宋没状态，得回家。这就是猜了，对吧？我这波线打完，或者说我下一波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是往中靠还是往下靠？是的，还是选择往中靠。哎，因为你推塔的速度没我快。对，换资源是不怕的。现在是4分钟前啊，下一波兵线可就过4分钟了，防御塔保护机制就消失了，推的会更快。大招直接给塔，直接开推啊！这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一塔推掉。但这一波刘禅伤害是很高的，赶紧东皇给个大招拆一下。但孙尚香此时伤害够吗？一个1技能的拍，但是残血直接被带走，但孙尚香自己也阵亡。但东皇现在很肉，可以连着打。走位想躲没办法，2技能已经好了。3分球砸死，一波1换2。哎，新哥怎么了？好了，就是我看了一下，也没有站起来拍手庆祝啊，比赛还没结束。这一波线过去，我觉得新哥可以回去再拿个蓝吧。是。现在东皇的话，如果能拿蓝，主要是他能一直回复，还有伤害。没有选择出辅助装，直接就是当坦克在玩。对。就如果亚轩能够用大招进去贴到炫哥的脸上。这个刘禅现在的伤害是足够完成击杀的，但东皇太一的存在，新哥刚刚那一口直接把他定住，让炫哥拉扯了开来，打满了伤害，直接就是开始推塔不管啊！孙尚香在下路漏了闪现聊到，但上下没有人，就没有人打他，所以防御塔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碰他，能扛着把塔推掉。孙尚香在来的路上，这时候赶过来可以造成击杀的。中路的2塔是没了，但是感觉这2个人还是要全倒，这是在用命换塔，走不掉了。一炮究竟把炮带走。兵有无数条，但是塔你可只有1座呀，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这么打的话，经济差就会变大，你最终也就只能到高地了吧？水晶你总不能一波兵线推完吧？这个游戏最终还是要打一波团的。对，我们的获胜方式是推水晶啊。这个思路蛮新颖的，这思路就2个人一起爆。对，但感觉他们可以多去对抗，用那个传送阵来整一个，因为他这个现在传送阵是可以。第一个人传完，第2个还可以紧接着传，是的，还能多管一波线，就等于你其实这个速率就已经把对面给拉住了。这一波的话，刘禅是没有选择想回中，那中路可能要被压制。刘禅是去下路带了一波，对。那这样的话，中路刘耀文一个人是守不住的，还有兵线，2塔要被点掉。这一波就把塔打回来了呀。但刘禅这波是可以绕后卫，这波要打的。跟过来，手里是干扰，全技能2-1砸，大招一开转起来，但是怎么感觉新哥不掉血呀？越打血越火，然后咬一口自己还能活，让孙尚香让炫哥拿下了亚轩的头。这问题来了，摸不到孙尚香，因为你是干扰刘禅。是的，而且还有一个东皇强制保护，你即使碰到了。就是我被咬住了。刚上一波是新哥在看到炫哥已经受到压力的情况下，用大招强行断掉，就是刘禅的大招。但刚刚这一波是你摸不到我家的射手，我就先不咬你，等你技能交完，我再咬你，再留你。对，就进可攻，退可守。你残血了，我还能留。转上路再推一波1塔，这都是在分开推啊。现在这样分开推的话。不知道推不推得过呀？东皇这边想回去做一个协防，然后让孙尚香一个人推。但米莱迪这一波兵线带过来的话，这个2塔肯定是没了的。孙尚香上路也推了一个2塔，这样的话，孙尚香要快一点。不回家。东皇如果说让一个人扛2个，高地就要掉。是的。上路的高地，轩哥已经在点了，兵线能撑得住，还有一个满血兵。上路的高地率先推掉。局面已经开始变成互相推塔的环节了，毕竟打再多的人头也没有意义。最终的胜利是要推掉水晶，而率先突破高地的一方是红色方，这哥哥们。这个局面目前对于蓝色方来说是完全僵住了。
蓝之王的话，现在想要直接一波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在前期经济落后了，现在打团又打不过，而且上路也没有了高地3个防御塔全部被推掉，没有了减速带的情况下，如果你选择用刚刚的方式，中下2个人一起推进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被一波偷家的。因为东皇太一完全可以用命留着俩。东皇太一现在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跟2个人玩。对。下路孙小香要小心，贴到脸上，一个1技能翻滚躲掉了这个拍。刘禅的话，因为带着干扰，所以说留不住孙小香。中路线也过来了，这就是缩小版的41打50是吧？缩小版和2v2版的41打50，我打分带，你打抱团，就是目前这个画面呀。还真是哎，你看这个东皇，现在他吃满技能都不怎么掉血啊。他掉血，他也可以回野区找小怪回一下嘛。我感觉现在已经是红色方已经主动性拉满了，就是这边一个人看2个人的视野，然后不让他们推了，然后孙杨下去一直刷完之后我就来点他。然后中路高地可以点了，中路高地漏防了。东皇可以卡人，对，这波放干扰保一下，但这一波东皇是被干扰塔打到了残血，但是大招断掉了，没了堕神契约，所以东皇倒下了。这机器要被机器人有点多吧？最后一下，机器人去合体了，有点。对，先明。然后机器人差点 A 出来，然后把个拉回来给你合体，然后接不到了。石刚的话，这一波干扰就很灵性，因为东皇很肉啊。他交了个干扰，然后干扰一直打东皇，对，血量又比东皇要多，因为他出了霸者重装加上红莲斗篷嘛，他也是血很多的。这边蹲到能杀死，这个装备已经全行了，然后加上他这么多机器人，看要不要找个草丛蹲一下，蹲到感觉还是有机会杀的，因为伤害现在很高。所以现在米莱迪刚刚如果没这个合体机制的话，那孙小香大概率是没。这一波孙小香想主动找机会，2-1。差一下，差一点，但是被定了一下，差点被机器人揍死啊！好危险！这个小飞机很吓人。炫哥小走位调了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刘禅带线也带不太动啊，因为出了纯肉，很慢。最终还是得来这边打一波团，还是得打一波，必须得用团战来赢下比赛。OK， 看这波怎么说？东皇现在手上是有闪的呀，星哥有闪。米莱迪如果敢往前走，闪现吸住，可能这把就要结束了呀。现在都不敢掉啊！往前压。是的，2技能挂上了，上面先 A 一波。是大招不带慌的，打不动他，感觉要丢球了。对，准备丢球。不着急，这一波兵线的状态不是很好。直接动手咬了，但刘禅干扰还没放，现在才放，但已经来不及了，最终是被炫哥一枪带走，打在了泉水门前。那这样可要一波了呀！这个炸，炸不死，没炸死。中路有波兵线，还要继续压吗？可以压。已经出血刀了，这波应该没什么。你机器人2个打1个啊，这有点难受啊！2技能闪现躲开，就那种朋友以为走位躲掉，但这个水晶前的兵线最后一点点被水晶给打掉了，而且有小机器人在这里保着。李耀文守住了，孙亚轩也活了，还是有一波上的机会，清除障碍，现在就是如果利用这个干扰守家能够找到机会，把红色方2个人给击杀，中路也是有机会能够一波拆穿的。这波能不能抓住孙上？虽然有闪，没办法，没有闪现，又翻滚躲开1技能还要追不上，有闪现逼出来了，没有出行招之剑。东皇这边想去一波上路得赶紧回家。新哥带着兵线已经来了，超级兵，这是吸住之后，但是兵线能清掉吗？能清掉，还好，但是防御塔又是残血了。孙小香来了，是的，这波水晶就一下，一个平 A 就能带走了，是的，兵线不能放进去，赶紧回去补给一下，血也不敢补满，就得赶紧出来。有2个远程兵。这波东皇是没有大招的，看能不能机会把东皇带走，但双方相差太高了，2人直接打残了米莱迪。米莱迪出去，一技能打下，刘禅也被打到残血，再来一枪没有点掉，但是兵线进去了，虽然没点他干扰爆了一
一手，神级干扰。但中路又来了兵线，不过这一波也刷了一个兵线，蓝色方还在努力拍一下2级的残刀，直接撞起来。宋亚轩，龙卷风。 冲出去之后粘住，但是应该是靠他一个人是打不动的，因为上路兵线已经牵制了刘耀文，但是好像没难了。是的，看一下刘耀文出来之后能不能配合队友宋亚轩一起带走新哥呢？闪现大招，上去之后打一波，人群里有点打不动这个东皇太一呀，还在回，连扣终于带走了林更新。哎，我中路有兵线，这波是机会啊。 就一个宋亚轩应该是守不住的呀。炫哥还有5秒活，现在变成了李承铉1守2，扛着推有机会。刚刚是刘耀文1守2，现在手上还有个干扰啊。孙尚香极限守家，刺痛在解说。完了，有没有说法？有说法，守住了。上路兵线必须得回去。 上路兵回去了，而且又刷了一波兵线出来，2v2打得这么刺激，有想过吗？没想过，他那个干扰真的是太惊艳了，那个干扰，没有那个干扰，我感觉这把就已经结束了。对，就那一个残血的小兵，就在李承铉想要 A 水晶的那一刻，宋亚轩把这个干扰放出来了，然后同时出去控2个大招转，打残一个打死一个。 现在等刘耀文复活，轩哥得小心了。刚刚也已经见识到了这个刘禅，哎，上路露头了，下路打一推，中路漏风了，中路。对，中路现在压力比较大，对，因为掉了2个高地。对。 又吸住，怎么说呢？这波伤害打不到呀，但只是为了推这个高地。对，但是这波伤害有点高，东皇没办法，东皇扛不住，新哥直接倒了。新哥一倒，被打到半血的炫哥也只能跑。那这中路是不是还是能再有机会把线带回去，再打不掉点？因为这2个英雄就是速推的呀。不是，这2个机器人太大了，伤害也高。 好像想去中路一波，哎，但是看孙尚香，孙尚香没有人知道孙尚香在哪儿，他们以为孙尚香回去守家，但实际上孙尚香在上路漏了。那上路漏了的话，就必须得回来，推不过。对。哎呀，两边必须得管线。这个刚刚只有丝血的水晶，已经接近满血了。 2v2的话，3路高地，3路超级兵好像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左边特别大。对，但是左边这个英雄只要打赢一波团，2个人都活着，感觉也是能顶着，只要有1个兵就能把对面家给拆了。炫哥这个大吸血在手啊，就是不回家，但是得小心被2个人抓。哎，但是迫于兵线的压力啊，必须得露头了。看得出来，蓝色方是想要在中路直接尝试一波的，但是因为自己家的3高全被破，所以没有容错。 被炫哥上路一波线，下路一波线给牵制了。可是刚刚我们已经看到新哥扛不住了啊，这是一个信号，就意味着现在红蓝方在2v2的团战上，经济几乎持平的情况下都是。哎，这波闪现过去，大招再来，走不掉，直接控死。但是如果孙尚香倒了的话，新哥一个人就有点难顶了。这是一波机会啊！对，看中路线能不能。但下路的兵线又过去了，上路的兵线也过去了，线太差了。这虽然说炫哥倒了，但他倒之前把2条边线理得特别漂亮。 所以新哥一个人在中路稍微处理一下，赶紧把这个线。感觉还是得去中路再找波机会，因为这个线东皇完全清不掉，有2波线，感觉可以再去试一下。看新哥能不能拖15秒。但把等线进去，看能不能再杀一个，再杀一个的话，那就有机会了。如果说能秒掉东皇的话，应该就有机会。上去一波被咬住了，被自己的机器人给揍死了，自己秒了自己，秒换复活甲。 很稳，对，这波还秒换复活甲，这波无论如何，他这波就是能撑到3万过来。稳重一波了，这长达30秒的复活时间。新哥在今天这个舞台上，他一开始5v5是跟腾哥一队的，对吧？腾哥今天在赛前说这个秒换复活甲是他王者荣耀一生之敌，但是新哥刚刚展现了一波。那这刘禅可守不了家呀。对。
真的是一波三折，反转反转再反转，这是一场2v2的对决。看这波干扰能不能创造奇迹吧。 这兵线没办法拉扯出去啊，必须要用身体去拉扯，但没办法，兵线往前走了一步。现在米莱迪活了出来之后干扰放一下，米莱迪直接打到上，李景的翻过出去之后他没有死，活了下来。这是复活甲线有点多呀，要炸死吗？闪现拉扯开来，但是还是被炸出了复活甲。这波出去。 看看是不是蓝色方的机会，但下路的兵线，上路的兵线也进来，超级兵直接要带飞吗？ 1锤2锤3锤，又刷了一波兵线出来。说是2打2，实际上也不知道是10几打10几了。现在全是兵线在努力啊！要知道20分钟以后的兵线那是更给力啊！对，已经打到18分钟了。 我们的比赛规则是必须要破掉水晶才可以赢，且双方不能打龙，可以打野但不能打龙。血满了，继续打。又刷了个兵线出来，比赛还没有结束，究竟谁能够在这局比赛赢下来？ 这是我们今天在正赛前的最后一场的表演赛，4位选手在中路这座水晶面前已经不断的互相试探，对抗了数次。这边两边一直在斗智斗勇啊，这个刘禅一直在拉扯这个东皇，然后让米莱迪一直飘这边血。这波下来了，打得不错，刘禅直接上去之后，东皇一直咬，但自己可能有点扛不住了。米莱迪全技能激活，看能不能让但是这波直接转到双人脸上，双人一闪赶紧跑，回头直接点，回头反吸。是的，再吸，但是被刘禅给追走。但这波东皇的一双都要单杀 C 位。是的，都在追着对方的脆皮跑，但这一波成功了，苏亚军最终还是追到了李承铉。后期的刘禅了，停车场。对。 那又是剩下新哥一个人，1打2，他的复活甲应该好了，但是家里面的兵线有点多呀。就这波刘禅专门还买了一个奔狼，我没有闪现，但是我用奔狼我贴近你，然后一直黏着你。我以为他会买个行招之剑给你挂个减速，但直接解决问题的就是我速度比你更快。 这我觉得这波应该把两边先都给处理一下，因为这波肯定是一波不了了。啊。哦，我这边想，哎，这想法很好，这个点大招开启转起来，刘禅这个控防御打防御塔的时候，自己还是会回血的，还是能这么磨的，能磨多少是多少。对。亚轩发现了这个双边线对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就是因为这个超级兵，而且20分钟之后的超级兵更猛。 然后我们大输了。虽然风暴龙王刷新，但是两边都是不能打的，所以拥有超级兵的一方，那就是持续的优势。这边把血卖了，出了个血手。感觉现在就是局面上谁能把线先运过来，谁就占优势啊！这线只要。 米莱迪的机器人比超级兵还大。这边蹲草，看有没有想法。但是如果亚轩没有出鞋子的话，他想要去贴到炫哥还是比较难啊。对。哎，这边蹲草，看有没有机会。被野怪出卖了呀。哎，卡视野。想闪现咬一波。 他想要开奔狼直接绕后，但是炫哥也很谨慎，直接往蓝区走。还是一样的画面，这画面这把出现了至少有7、8次了。我跟你讲，想闪现有，再找机会。哦，被拉伸的好难受啊！血量回不上来呀。 回不上来了，对，有重伤效果的，再点一下残血，可能要被炸死，一丝血没有倒。哎，开了个奔狼直接往前冲。是的，继续追击。复活甲掉了。对，打出复活，站起来之后还是残血，没办法，一个回，哎，这是个月神，还回了口血。哇，新哥这波是复活，加没了，加没了，超级兵，
超级兵最后一锤能够锤掉，让我们恭喜两位哥哥获得比赛的胜利。超级兵后期还是厉害的呀。让无畏的锋芒占据你的眼眶，真的是超燃的一场2v2对决。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战队，恭喜林更新、李承铉，恭喜他们！同样，你们也非常厉害，站了22分钟哎。我们本来在第13分钟的时候已经站在台口，准备好迎接结果了，没有想到弟弟们发挥非常的棒。占据你的眼光，真的好笑，太厉害了，两队都太厉害了。分享一下感受，超强的。对，真的就是你们一开始选择这个阵容，我就觉得你们非常有思考，就非常有说法。这个米莱迪加刘禅，米莱迪又加强了，但是你们前期为什么不做得更绝一些呢？就是直接中推吗？对呀，一条道走到黑呀。是我们是这么想的，但是为什么玩着玩着，我们发现好像经济就是玩不过人家了，就经济有点跟不上了。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刷一些小野怪的资源嘛。然后主要他们吃线就是上路线也在吃嘛，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条线上其实很能拿经济。我想问一下亚帅，你这个刘禅熟练度多少啊？你这个刘禅很有说法，那波手水晶没怎么玩过，就拖了这么久，好几次留人完全杀你们。对啊，刘禅直接单杀我，我真的什么感觉？太害怕了！我闪现都已经交了，我什么技能都已经交了，我就开始在跑着，他还是就过来给我蹬一下。刘禅后期是杀红眼的，真的杀红眼，留人一留一个准。如果不是因为兵线和前期发育的一个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完全被逆风翻盘。完全是，没有。我觉得结束的很突然的，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个线进去，我都没看到这个兵线，真的没有看到。说怎么突然赢了？是，刚刚解说师也说了，看似是个2v2，但其实可能是个20v20，还有米莱迪的这个召唤物，然后还有超级兵线等等的，确实的，两边这个军队特别的庞大。为你们4位鼓掌！谢谢。今天的3场表演赛已经很好的给我们打了样了，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正式比赛了，对不对？是的。Oh yeah！再次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赛，观众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3季战至巅峰总冠军的争夺战。腾哥、蜜姐和新哥将入座我们的评论席，全程陪伴大家，而10大少年团将回到备战兼观赛，稍后再与大家见面。观赛内容将在1周内播出，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九哲战队王瑞熙。欢迎双方发育路688战队陶焕东。九哲战队涂艺兴。欢迎双方游走688战队周琦。九哲战队刘鑫。决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巅峰对决。好有气势啊！大家今天来更支持哪支战队啊？欢迎各位来到《战至巅峰》第3季总决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来到《战至巅峰》第3季总决赛的现场。恭喜2支战队突出重围，来到我们的决赛舞台。我们把掌声送给2支战队，他们分别是688以及九哲战队。本节目由生而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拉环开启决胜局，全麦升级闯巅峰。小蓝瓶为超勇时刻碰杯，也再次欢迎总决赛的2支战队688战队和九哲战队。有请我们的九哲战队教练九哲上场，欢迎。有请九哲，欢迎哲教。此刻的心情怎么样？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心情比较平稳吧，比较平稳，是胜券在握的平稳，还是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好，希望你们能够超水平发挥，一起携手勇闯天涯。现场呢来了很多的我们的老朋友为你们观赛加油。其实有很多没能来现场的朋友，通过 VCR 送来了他们的祝福，请看大屏幕。工作要加油啊！你也是，菜就多练。小慧，我来打野，你给我做好视野。这个月的数据分析，你来开团，进场收割。周琦副歌总结，没问题。你不吹了，拿下！工作我选最佳拍档，打游戏就用 iQOO 13。大家好，我是郜林，恭喜688战队进入战至巅峰总决赛，为我的好大哥李毅加油！大家好，我是李庚希，在这里恭喜我的好朋友曹焕东进入到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希望他好好加油，赢得比赛。大家好，我是李伟峰，恭喜688战队进入战至巅峰总决赛，给我的好兄弟、好哥们儿李毅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鹤润，恭喜我的好朋友曹焕东进入了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相信他的最强大脑，还有他坚强的毅力，可以带着他冲锋陷阵走到最后。大家好，我是杨晨，恭喜688战队进入战至巅峰总决赛，祝贺我的好哥们李毅。大家好，我是邵佳一，恭喜688战队进入战至巅峰总决赛，给我的好哥们李毅加油！为688战队的曹焕东加油打 call！ 688战队加油！大家好，我是陈文超一诺，恭喜我的好朋友柯洁进入到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在这里祝我的好兄弟周柯宇，希望你在决赛上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然后打出更多高光操作，带队伍迎向胜利。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夏，恭喜我的好徒弟王瑞鑫进入到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很欣赏你对电竞充满热情，你就是最配赢的。恭
恭喜我的好朋友溥仪星，希望你用深不见底的英雄池打出亮眼的操作，给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祝周老师在总决赛猛猛 C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加油！恭喜我的好朋友周柯宇进入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祝阿普你可以在决赛里面玩得尽兴，然后一不小心拿个5杀什么的。那我的好朋友阿普进入到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了。大家好，我是谭松韵，恭喜我的好朋友王瑞欣进入了总决赛。你看他小小的可爱的，但他玩起游戏来特别厉害，特别靠谱，特别可爱，不愧是断层最强王者，陪我咔咔上分的甜美野王，希望他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刘星打的是辅助位，我觉得不管在生活里还是节目里还是在战队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而且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好的 carrier。大家好，我是张雪峰，恭喜我的好朋友阿普绝杀连胜9局，进入到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期待我们的英雄海的阿普巅峰捧杯见，努力训练，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恭喜我的好朋友周柯宇进入到了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上季节目由于我拖的这个后腿啊，导致他没能进入总决赛，但是这一季他用实力证明是金子啊！不管哪一年都有可能会发光。为九哲队加油！为九哲战队的王瑞欣加油！九哲战队的王瑞欣加油！九哲战队的周柯宇加油！为九哲战队的周柯宇加油！为九哲战队的柯洁打 call 加油！为九哲战队的溥仪星加油！为九哲战队的溥仪星加油！九哲队加油！为我的好朋友刘星加油！加油！上一季周柯宇和周琦是一个战队的，在最终我们分组之前，你离开了我们的战队。这一次你们要对战了，此刻又交换了位置，有什么想对周柯宇说的？就是周少手下留情啊，看在是昔日曾经队友的份上。柯宇。也希望周琦这个奇系手下留情啊，看在昔日队友的份上。两边都互相的求情套饶了一下。但是柯宇之前在直播当中说了 ，Fly 是你徒弟，对不对？对的，对的。是，所以他想跟你学边路，对不对？没错，就是他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徒弟其中之一吧。门生，今天他也来到现场，很开心。对，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今天的比赛的话 ，Fly 这边就好好看，好好学吧。好好看，好好学，不知道喜欢这种爽朗的自信，对不对？是。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一哥，您的朋友圈就感觉给我们回到了这个国足的巅峰期，然后您这次也是其实做了一个跨界的尝试嘛，就从第一次录制到现在也有将近5个月的时间，其实想问一下您啊，就是面对不同的这个竞技赛场，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对于我们一个电竞新人来说，其实很多时候更多的需要去转动这些大脑，而且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有时候很累很难，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就是说像这个游戏和足球一样，讲究的是一个团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最优秀的团队，能够走到现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队友都会全力以赴的。我觉得这也是一哥的优势了，可以把传统体育当中精神凝聚到我们这个电竞的赛场上来。柯洁找来了一诺打 call 啊，有了这个冠军 buff 的加持，是不是？有没有得到一些真传？其实我打的是对抗路，一诺是射手嘛。那他总会给你讲一些最后的一些思路吧，对不对？对。会有一些小秘密。我来教他对抗路，他打的射手，我来教他对抗路。你们周柯宇都要教一诺和弗赖。等一下，我来教他怎么打对抗路。好，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两位的操作，好不好？非常好啊。那也想问一下，刘星和蒲熠星，就是 SCarry 队的王琳姐和 Win 战队的刘恋，他们都是我们1、2季的冠军队伍的成员，他们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力量的加持和小技巧的一个传授？就是找这2位前辈，就是想沾沾他们身上的这个冠军气嘛。懂了，你呢？就是找王琳姐。其实他们的传授给我的经验，就是眼里只有一个人。是谁？就是射手。你们射手是？曹焕东是吗？
所以你们要盯着他打，对不对？对。但他有个秘密，这能说吗？曹万东好像又发烧了，是吧？你是真的发烧还是来曹万东，你拿话筒说一下。怎么我上场前听说你又发烧了？那就当我就是我们其实我不知道这消息是谁传出去的，因为我们一直说要封锁消息，不给九哲队知道的。然后我今天一过来，发现好像大家都知道了，这怎么回事呢？我都知道你。对啊，都知道我去吊水了，我不知道是怎么。真的啊？但不会影响你的 carry 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我发烧时候也很强的，你应该相信我，你应该是最相信我的人。他直接直面贴脸开大。九哲这你说他一下，我真的，你说他一下。他对主持人贴脸开大了。就我先回答曹万东一个疑问啊，就是你说不是要封锁消息吗？怎么传出去的？就是你队友说的，就是全是你队友那儿说的，全是队友说的吧？哲教来说两句。确实，仙哥告诉我的。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赛前这个火药味已经开始弥漫，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提前先把自己的状态拉满，提前进入到红温的模式，对不对？没错。就当是有红 buff 的加持了，今天一定把这个赛场给燃起来，好不好？接下来想问一下新锐啊，就是平时你的这些打 call 的好友是会一起开黑的吗？对，我们都经常一起玩。啊，那包括我刚刚看到他们在这个片子里面也对你做出了非常多的鼓励。那今天有没有什么绝活的英雄想要亮一亮？其实因为就像刚刚屏幕上显示的那个松韵，他有一手很厉害的鬼谷子，然后包括这个英雄也很容易打配合嘛，所以有可能会套一下。哦，所以下一期可以考虑把谭松韵请来我们的战至巅峰第4季，好不好？那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为我们的在场的各位来打 call。我们最后想问一下张大仙，此刻兄弟们齐聚一堂，对手们也已经摩拳擦掌，还有什么想要对兄弟们交代的、想说的？享受这个舞台吧，感觉因为我们在一起录这个节目，缘分不容易。然后因为原来只是参加节目，后来我们自己在比赛的时候都在我家里玩，然后感觉兄弟情谊很深嘛，然后就彼此撑着，你就感觉，因为你有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是单排，你会还是感觉到有点孤独的，但你这种5排打游戏，输了输了，赢了赢了，都有个说头，有个笑的，然后就感觉气氛很好。对，我觉得可能私下玩游戏能感受游戏的魅力，然后在舞台上我们感受竞技的魅力，我觉得来此一趟就很好。对，我觉得说的非常棒，而且大仙本身在这一次当中也是身兼多职，要当教练，要当选手，而且刚刚也说了，他们的身份可能从队友现在可能转变到了一个 team， 变成了家人的这种模式。也希望今天你们可以把这个团队的精神发挥在这个赛场上。好的，是的，期待2队都可以赢了一起狂。哲教，最后还有什么要交代您的队员？我觉得一样吧，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享受这个舞台，兄弟们。好的，没问题。那就希望今天2支队伍都可以享受今晚的舞台。战至巅峰第3季总决赛马上开始，首先有请双方战队进入对战席，开启你们今晚的夺冠征程吧！加油！加油啊！冲啊！哇，比赛正式开始了。688一路连胜，站上总决赛的舞台。他们用行动证明电竞没有年龄之分，他们用实力打破固执者的偏见。上天不会无缘无故给祈祷者降下甘霖。是训练赛的场次与再看一次的复盘，一往无前是688胜利的代名词，而披荆斩棘是688总决赛的主题歌。当胜利成为一种习惯，就再也不想失败。以无名之辈铸就冠军荣光，期待688续写不败传奇。而对于对面的九哲战队而言，战至巅峰的路并非一路上坡，在欢呼和掌声中才惊觉，之前那些并肩作战的日子里所遭遇的所有的挫折，早已将他们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团魂的力量被九哲战队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都收获了最好的教练、最好的队友、最好的彼此，触底反弹，高歌猛进。今天他们仍然将享受赛场。我们一同祝福九哲战队，期待你们能创造《战至巅峰》第3季的冠军神话，加油！现场的观众们，一起为两支战队送上你们的掌声和祝福，好吗？看得出2个战队今天都信心满满，我们一路见证了他们太多的成长与蜕变。成为电竞选手需要无数个日夜的钻研、辛苦的训练，而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永不放弃的电竞热血精神和今晚必胜的决心。而今天陪伴选手们一整季的老朋友iQOO，也基于对性能技术和电竞体验的极致追求，在战至巅峰总决赛进行了全新升级和蜕变，完成了从iQOO 12到iQOO 13的正式迭代。希望两支战队能用iQOO 13的强悍性能，打出超神操作，发扬电竞精神。相信今天选手们用着iQOO 13可以信心倍增 ，buff 叠满，不愧是搭载了骁龙8至尊版和自研电竞芯片 Q2 的性能旗舰手机。打游戏就用iQOO 13，性能之光闪耀全场，让各位选手打出巅峰操作。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加油！Hello， 现场以及腾讯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即将开始的是《战至巅峰》S3赛季总决赛的比赛，由688战队对阵九哲战队。大家好，我是02。大家好，我是吴畏。大家好，我是新晋王者荣耀评论人沈腾。大家好，我是杨幂。大家好，我是林夕。好，那今天会有我们5位在评论席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个赛前的分析，包括赛后的一些复盘啊。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评论席的赛事预测将会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新增了一个勇闯福利环节，在前2小局当中呢，我们评论席的成员将进行胜者队的预测，正确的一方可直接为我们腾讯视频的线上用户送上加码的福利，那失败的一方需要先接受一个小惩罚，然后再为我们线上的用户去送出这个加码的福利。我们勇闯福利环节，局内预测惊喜不间断，小蓝屏拉环开启竞猜局，巅峰好礼送不停。那我们先来看一下2支战队的一个赛前数据。刚刚我们其实还在聊腾哥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九哲战队和688战队到底谁更强，对吧？这个我觉得得先让新哥先来分享一下，因为他也在这期节目当中，对吧？有跟2支队伍有一些交手。腾哥这么说嘛，都是我的噩梦。都是碾压我，哪个更强嘛？跟688，很久没打了打的最多的是九哲。那九哲上一次的比赛是3比0零封我们，那我觉得看出他们的一个配合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所以辛苦你了。我怎么辛苦了，米姐？你的麦有点高。我们看这个数据也是九哲战队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确实在上一场这个半决赛的交手过程当中，当时大家都觉得九哲战队有一种焕然一新的状态，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在输，在连败。我看那个九哲教练自己在采访片里面说到，就是很感谢粉丝在连败的时候支持他们，然后现在等来了他们的连胜，因为他们现在是9小局的连胜嘛。吴畏会感觉这种连胜的话，会带着这种势如破竹的气势来到总决赛吗？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心态方面的一个平稳吧，然后即使在总决赛，就是能保持一个心态。我觉得到总决赛，技术层面咱们就抛开不谈，更多的是一个心态。如果心态越好，那肯定在局内会表现得越好。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对于我们2边来说，既是战术上的考量，也是心态上的考验了。我们会为大家带来5个位置上的选手数据对比。蜜姐现在玩什么位置多一点？打辅助，刚刚跟吴畏取完经，是吧？苏烈也交流了一下，这我可没交啊。吴畏立马怎么撇清关系了？但是腾哥今天这个夏侯惇得到了吴畏的高度称赞啊！对，因为一开始我们打表演赛的时候，腾哥说他只会2个绝活，一个吕布，一个安琪拉，然后这时候拿了个夏侯惇，又特别的亮眼，还挺顶的哈，深藏不露。橘子还来评论席卖了一个情报，说您这个夏洛特也很厉害。夏洛特夏洛特就是好像这个版本是不是弱了一点？哎呦，好专业呀！蜜姐比较懂。对，我感觉确实，今天我们会在这个整个
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全程关注到我们评论席啊，会有一个单独的流，也会为大家去带来一些分析。因为刚刚腾哥说他要在一会儿打团战的时候秀一番这个解说的技巧。不是，我想挑战一下，我看那个人怎么能说的那么快，而且很清晰。是腾哥挑战这个快捷键，拭目以待，真的拭目以待了。吴畏，你期待吗？特别的期待腾哥的解说，solo 一段，以一种刁钻的角度来去看。好，上帝视角，上帝视角。我们今天看到的选手数据对比，刘星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他近6局比赛使用的都是硬辅，然后包括打出了这种 MVP 级别的表现。其实刚刚蜜姐在来到评论区的时候，也在跟吴畏聊，说这个版本这个硬辅还是有点难玩，是不是感觉？这个硬辅跟软辅在其实每一局的这个定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吴畏刚才问我说为什么要选苏烈，他说感觉软辅好像是版本会更好一些。对，因为现在版本啊有草林嘛，会有一些杨玉环中辅助啊，对，或者王昭君辅助，科研式的一个辅助。然后我以为今天蜜姐会去玩一个杨玉环辅助，是没想到玩了一个是苏烈。是新哥平时玩辅助吗？玩啊。怎么样？你感觉这个版本的辅助硬辅跟软辅在你看来有什么区别？因为很久没玩辅助了，不敢玩了吗？对，这一期的节目我来打对抗路比较多。对，刚刚那个东皇太一还是挺不错的哈。对，新哥也可以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版本辅助的一个理解。这个版本辅助，像我们平时在打线上的排位啊，还是我觉得软辅比较强吧啊，但我个人是玩硬辅比较多，确实，可能软辅跟硬辅，软辅的话没有像硬辅那样去更好的为队伍提供一个视野。对，软辅比较吃香，像硬辅啊，就是要去做特别多的事情，要扛伤啊、开团啊，就会比较累啊。是的，好，大家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哈。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有2个牌儿，对吧？一个是688，一个是9折战队。所以我们刚刚聊到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赛前的预测。我们得举牌儿预测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也看了一些数据哈。腾哥没戴眼镜，不是很没有看清哈。我猜的差不多。猜了一下，大概有一种 sense 感觉在那里哈。是，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对，谁先来？蜜姐怎么说？腾哥先。腾哥先。其实之前我已经表过态了，我比较挺688。对，因为你看好688。对，因为我看过这个大仙儿的直播，我个人还比较喜欢他。好，那腾哥这边看好688，新哥呢？我觉得第一局我先期待一下9折啊，因为那天他们整体的一个配合的表现，我觉得是我目前看到整一季最强的一个配合，最强的阵容也好啊，发挥啊，我第一场期待9折。最强的，蜜姐是不是有点考虑当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也期待一下688，因为我也是大仙的忠实的粉丝。对，好，那现在是2比1哈。吴畏，要不你最后来呢？那你先说。我先来吧，我也比较期待688哈，但是我刚刚遇到了这个9折战队，对，感觉他们看起来也是胸有成竹的样子，所以我第一局看好9折战队吧。吴畏呢？我的话就这难题排到你面前来了。我去过他们的训练室，也看过他们训练，对他们有很多科研的阵容，像有时候周琦会去打一个对抗路。因为挂的是辅助，但他有可能去打对抗路曹焕东的话，可能会去打一些其他路，就是他说是射手，但也有可能玩其他路。然后更值得关注的话，就是大仙的一个 BP 嘛，他既是选手又是教练，所以我比较期待。很期待。好的，那么本局的勇闯福利预测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一起期待选手们在本局的精彩表现。勇闯天涯 Super X 预祝大家发挥出超勇水平，展现实力碰撞，一起战至巅峰，够胆就来碰。把时间交给解说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战至巅峰》第3季总决赛的现场，这里是解说席，我是解说瓶子。Hello， 我是思东。Hello， 我是弗莱。本节目由生而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拉环开启决胜局，全麦升级闯巅峰，小蓝瓶为超勇时刻碰杯。那么感谢评论席刚刚的精彩介绍，还有我们在舞台上的2位主持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场的采访。这场比赛期待已久。战至巅峰第3季的决赛，688和9折战队，究竟谁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决赛的舞台上捧杯成功？
今天请到了牛痛组合，那一来肯定不会让你们闲着，不会让你们轻松。来吧，预测一下比分吧。谁先？那我先吧。好，你先。我感觉两边感觉势头都比较猛。然后九和战队这边也是淘汰赛一个9比0的一个大比分，然后到决赛嘛。然后688战队呢也是胜者组嘛。然后一直休息到今天嘛，所以我觉得比分应该是3比0。我感觉这两个队。3比几？3比0。3比0。3比0。不是问你看好哪支队？你怎么在说比分呀？先预测比分啊。我觉得这两支战队，因为他们现在这个状态都比较好，谁赢了第一把，我觉得可能谁就是今天要3比0了。哦。那痛子哥呢？哎，那到最后你到底看好了谁？我看好688吧。OK， 他看好688啊。其实我的话，因为也一直在带狼队嘛，然后也是被九泽给3比0干掉了。哎，对，哎，非常的难受啊。所以呢，但其实大家都看了这么久的比赛，一直忽略了688的存在。因为他们是比赛场次最少，观赛场次最多，观赛时长最多，但是训练赛却后面逐渐变成训练赛最卷的一支队伍。所以说，其实我也是看好688的哦，但是。我还是希望溥仪星赢，因为溥仪星也是从我们狼队出去的。是的，对，其实我希望溥仪星赢，但是我看好688。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解说台总不能一边倒啊。那既然如此，两位看好688，那我就看好一手九泽战队。哦，好吧，因为确实啊，这个从败者组1穿3前把把都是3比0打进决赛，这个在战之巅峰史上。这都是第一次，而且九泽老师前2季战争巅峰的冠军教练，上一季我们觉得他是卫冕冠军教练，成功卫冕。那么这一季他如果能够成功，将会再次卫冕，将会成为战之巅峰3连冠的教练。要知道战之巅峰一共才3季，所以我觉得这个玄学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九泽呀，他在输给我们的时候啊，愁眉苦脸。自从开始3比0了，从3比0第一支队见到我，装高手高冷。第二个3比0，哎，开始微笑了，然后把我们3比0了，见到我就是，嘿嘿，不行呀，痛弟，这不是？哎呀，合着你们淘汰了之后开始给你上脸子了是吧？上嘴脸了。是啊，啊。刚刚我们看到688这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是第一次看第3季战之巅峰，688他的教练也是选手，是张大仙。对的，他一人兼2职，所以大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还是颇具压力的。而现在镜头里面我们看到是九泽队伍的队员们。小蒲刚刚聊到过，今天我们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就是发育路的对决。对，小蒲其实他打688的话，688有一个关键点。这个其实跟大家也再重申一下，就是688他其实持续做的各种轮换策略是他们在赛场上一直让人琢磨不透的。他每个人都可以换位置。周琦最早的时候你都知道他是打什么位置？打野，对吧？周琦有边啊，然后现在又转到了游走位。对，而且他在他们队的话是会补位的。对，就假如说我边路需要一个站边啊，像亚莲这样的英雄，他就会去打到边路，然后让张彤或者李毅来打辅助。是的，柯洁，他在这个战之巅峰的第3季啊，他是中间加入到了我们的战之巅峰的比赛当中来，补强队员。对，而周琦的话也是我们的，也是我的老搭档了啊，就是他身兼数职。之前打边，然后又来打游走，然后还当解说。镜头里面的周柯宇，柯宇也是我们的元老级的选手了，战之巅峰老牌野王，老牌野王。而这一季的战之巅峰，这是柯宇首次进到总决赛，最有夺冠希望的一次。对，看能不能打得过。哎呀，一哥就开始喝起茶了，这个动作，这是。有一点老将风范，是吧？临危战场，丝毫不乱。哎，老将风范，这喝起茶来了。黄瑞欣，黄瑞欣的话，在我们这一季的战之巅峰啊，他也是换过位置的啊。他一开始来的时候，抱着自己是女野王，那时候他打野真的很神，真的很强哦。然后后来为了队伍牺牲，转到了中单。对，然后在现在在九泽队的话，就是起到一个中轴稳定团队。对，小蒲的话是一直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选手。对，他一来红毯那天，我说。根据你们的实力，把名字写在1到20多的数字里，他把自己的名字直接写在了1号位上。
他确实很自信，对，他也有资格去自信他的技术啊。然后就是刘星，刘星的话，看看他今天会不会在班位上被针对。其实刘星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大。什么？他是在九泽队进步速度最快的一名选手。他一开始在队伍里面，然后九泽又跟我说过他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再到跟我们打的时候，经历了那将近1个月，蜕变了，变强了，直接把我们3比0了。今天我其实比较期待的就是2支队伍在总决赛这一次的交手究竟能够打成怎样？因为之前在挑对手的过程当中啊，688和九哲队伍彼此呢，其实当时688是想挑九哲的，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的交手到，所以这一次的交手既是决赛交手，也是这2个队伍在战争巅峰第3季的舞台上的第一次交手。对，究竟能够打成什么样？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双方总决赛 BO5全局 BP 加巅峰对决的第1局，蓝色方。先办刘邦，对688先办刘邦，因为自己这边的话，第一把不想用刘邦。其实688的话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他打比赛了。而九哲战队则是把孙膑搬掉了，因为688有那一套奶桶阵，然后搬掉了敖隐，自己这边的话是不准备玩敖隐。对，其实，在输给九哲战队之后，我有给自己复盘过。其实后面我才发现，我好像不应该去搬周柯宇，因为搬不完呀。哎，确实，我就应该去搬刘星辅助。所以说我今天看688，他会不会在后面反应过来这一点？前2个班位上其实并没有针对，而九哲战队的话，则是直接搬掉了688当时的那一套孙白杨加扁鹊的奶桶阵的2个奶，2个续航型英雄，对，所以今天有可能会看到688他们拿不到那套阵容，就是这个版本的话打奶桶阵还是非常好用的。是的。这边的话，688是1选的大师命嘛？对。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居然九哲战队又掏出了哪吒这个英雄。因为周柯宇他是不太想去玩哪吒，而是更愿意玩野河的。对。有可能是因为对面大师命这个英雄打野河比较好打，所以说就选择了复冲嘛。我也玩哪吒这样的英雄，非你的设备。没错，我们看一下，在后续的位置上拿到了真机去限制一下大司命，但是688战队则是拿到了墨子加上王昭君这个组合。墨子加王昭君，但我们 KPL 很多就是墨子加张扬嘛，他这个王君应该就是打真机用的。因为墨子这英雄在中轴对抗的时候是比较 counter 那个真机的，然后在中路基本动不了。所以这把就直接把这2个英雄一起拿了。对，看游走位的墨子嘛，中间的王昭君。好，刘星的3大辅助。廉颇、张飞、刘魔，先记住了他的绝活。这就是对手的教练，把对面的游走位的绝活英雄记得干干净净。但是醒悟的太晚了，同志。迟来的晚，也能得到自我救赎。哎，这边至少能够心理安慰一下啊。这边也搬了一个圆坦啊。可是他搬了坦流吧？这个是对，搬了坦流，然后是怕对面大师命应该是摇边吧？然后我们看到688战队这边还是在搬打野，觉得这个哪吒也有可能会摇吗？哎，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哪吒的话也有可能吧，摇到边路给柯洁。对。最后一班阿古朵，4个班位，给了688打野位3个。那看688战队这边最后一个班位，则是搬掉了伽罗，2班发育路。果不其然，这个哪吒摇到了边路。是，周柯宇的话有男拿蓝，没男玩药，然后药也没有的话就是宫本武藏。你又懂了啊？其实我一直搬他，我都一直知道，就是发现其实我都懂，但是我在那场比赛的时候还是选择错了方向。也只是因为结果出来之后才发现的。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教练组在赛前的一些战术安排。鲁班小子，这把要被冲啊！这个鲁班7号拿出来游走位是个墨子啊，他这把是拿出来，感觉是有点那种打团像卖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对面是哪吒加廉颇，然后想把人骗进来，王军傻大这样子，我有感觉有点活不了哎。其实这一把的话，像马可波罗、欧舒尼这样的英雄会舒服很多。像鲁班7号的话，就大概你只要出肉了，不出肉真的很难活。狄仁杰，这把是夏侯惇打野，大司命边路，然后最后九哲战队把发育路放到了5楼的 counter 位，在688已经先出了鲁班7号的情况之下，点出了狄仁杰这个英雄。这一套阵容，九哲战队。这个阵容整体的布局就是往你的脸上贴，就不让你说的活。
你看688这边的话，他这个阵容如果拿出来打出效果的话，那就压制力会很强。你看墨子、王昭君、鲁班7号这推起来一波一波的，是。但重点就在于他能不能推得起来。其实还得看一下他们在局内的发挥啊。因为智慧宇的话，刚刚我跟本来下去的时候，摸智慧宇的手是有点冰冰凉的。哦，手感。就等的还是有点久了，看他手感如何了，第一把。刚刚大仙这 BP 完了之后，直接坐到了对战席上，已经准备开始打比赛了。但是啊，他作为主教练，还有一个流程没走完，这个仪式感还是要有的。但也知道大仙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因为整个半决赛是688做客评论席全程看完，也就是说他们是亲眼目睹和见证了九哲老师带领着九哲战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半决赛6比0，算上打快手的那场比赛的话，就是9比0，进到了决赛。在这之前，要知道快手在大场比赛上是一场没赢，他们要么就不赢，要赢就不输，一局都不输。所以看看这第一局的比赛，九哲战队这9比0的比分，688在张大仙的带领之下，能不能断掉它？还是说九哲战队在小局连胜上打出10小局连胜来？哇！就想看一下九哲到底是不是黑马到底？对，通常这种连胜的情况下，两位都连胜过，是吧？这种连胜的情况下，你们的状态是怎样的？一般连胜的话，选手都比较有自信嘛，就比较敢操作。然后局内的话就会判断更准确一点，你的判断啊、你的决策、你的指挥什么的，都会更敏感。那对于像688这种长期没有打实战的队伍，但是却一直在训练的队伍，他们如何能够快速的应对这种总决赛突然的到来，然后让自己的手感变得最好？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打比赛了。这个就看他们平时训练怎么准备的，因为他们给他们时间比较充足，包括说研究对手啊，或者是一些 BP 啊、一些打法思路方面啊，因为他可以有9把录像可以看。哎，对，那九哲战队呢，对688这边也是。688这边也比较有神秘感，他也不知道你到底准备了什么。就你所研究的可能是过期数据。对，因为他是很久之前打的东西了，所以九哲战队搬的还是688那套奶桶阵。而688如何去应对今天的九哲，他们这9比0的气势能否被打破？是九哲战队继续延续自己的小局连胜，来到10局连胜，还是688一上来就打出气势，压制住九哲？一边是九哲的红色方的纯进攻的阵容，一边是688的一套推进的体系。BO5全局 BP 加巅峰对决，战至巅峰第3季总决赛 BO5第1局，现在开始进入比赛。蓝色方688，红色方九哲战队。我是九哲瓶子，我是解说刺痛，我是解说弗莱。来看一下开局。中路的位置只留了王昭君一个人清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刘星这边是一上来就在河道位置也看到了大仙这边是什么开，双方的打野都是从下半图往上半图刷的。像九哲战队的话，一般来说辅助都会优先帮中路开，因为这是九哲跟他们定的，给刘星定的一个战术，就是你必须得去保证自家野区第一波兵线不会被禁，帮助抢线，然后第2波兵线再去帮射手。而且刘星一上来是看了一眼对方的蓝，紧接着回到自己的红，然后再到中路，再往下靠，就确保了自己的上半图也知道了对方的打野流向。对的，这些信息全部都已经告诉了周柯宇。而688这边的话，这波红区打完了之后，张大仙立刻来到了中路，来帮助李毅一哥缓解这波中线压力。目前在下路的小蒲啊，他是压力比较大的，因为他一个人对线的是幻东的鲁班7号加童哥的墨子，这2个英雄遇到这狄仁杰实在没法玩。对，正常发育了啊，只能在下路抗压。这把我是比较期待柯洁的这种哪吒会打出什么样的效果，而且这一把的话是周琦第一把是走到了边路哈。对，因为童哥他是跟周琦是可以有位置轮换，然后包括大仙跟幻东也会有位置轮换。688是我们第3季战至巅峰位置轮换最频繁的队伍，且你无法预计他在一场 BO3 或一场 BO5里面下一把会是谁打什么位置，这也是688最神秘的地方。对，而且的话，今天曹文东好像是有点发烧，身体不适，是。所以带病上阵呢，这时候对于他的集中注意力要求更高了。
这边大师命也是跑得中来，因为他对上路对线打哪吒是本身就比较勇猛，可以自己控资源。然后加上这个鲁曼7号加墨子的话，对线也是优的。前期你看那个都没有人头，但是经济已经被领先了500-600，就是因为前期的资源，九德这边是已经全部放掉的，包括廉颇开局去。选择去帮中抢线，但是他并没有去帮那个对抗路去碰那第一波资源嘛，就导致前期的这个资源点可能是放的比较多。他只是给到了一些信息，但实际上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帮助。对，这个信息也只给到了周柯宇。是的。哎，这边哪吒飞过来想找一波机会啊。那这样的话，他上路的话可能会掉一个兵，然后加那个资源应该也要掉。这边王瑞勋的真机也是来下路去帮金杰缓解一些压力。其实两边就是很看得出来，就是中路放线就给这位吃嘛，然后让他就猛猛的刷，都是以打野开节奏为主，让打野当核心。对，这把就要看4分钟那波团战了，因为本身九德战队这个阵容，他就选的就是一个打团的比较偏打团的一个阵容。对，廉颇的控制加真机的一个团控，加哪吒一个长途支援的一个类型，就看4分钟这波团谁打得过，就谁比较好打。幻东已经力无虚发成1-7了，有点准啊。这边发育路压力有点太大了，确实狄仁杰加廉颇的话，打鲁曼小子有点难受的，因为手比较短嘛。这波真机靠过来了，王瑞星想给下路来一波支援，因为李毅一哥一直都在往下靠。这把就是比较平静，两边都在偏刷，然后就是因为左边前期比较主动嘛，然后就一直压发育路，然后就看这波4分钟这个龙到底是怎么去斟酌的。这边大师也是放掉线来波中啊，这一波中路要肉了，所以说也知道自己在下面。对，但是看龙坑提前站好3个人的688已经率先动龙了，而这波把人蹲过来之后想直接动手打团，但是墨子这个大招是没有盯到人的，可是他现在已经先把龙给拿到了，结果飞过来上去一波，连波再来个121的控制，将同个控死，连闪都放不出来。而这波真空也跟过来之后打了一套，但是大仙这个位置能走掉，大招开了出来，而哪吒在飞过去之后看能不能黏得住人，但是被鲁班7号一个2级的给飞走了，不过大仙还是走不了的，最终是被哪吒拿到了双杀，可以再来又是一个2级能跳过去之后将李毅带走，3连决胜，还能够再反一组红区。这一波九泽战队直接拿到巨大优势啊！就是龙放给你了，但是你的技能在这个位置交掉的话，就可以反打你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嘛，4分钟是个团战阵容的，这波墨子是想上去控住对面打野，然后把这个龙给拿掉嘛，但是由于这个站位太深了，技能都白交了，所以就被反打了。然后这样的话，九泽战队现在就很主动了，他可以去中单频繁的放线，去帮发育路先把这个1塔给推掉，然后下波再去打他的一个红旗的循环。而且这波关键是什么？周琦心想，我跟你对线对了4分钟，你4分钟去了波下上来3个头，我这过来了一个什么？我过来了一个3太子吗？但是这是哪吒呀！哪吒3太子过来之后我怎么打？过来一开始你过来，哎是哪吒，回来一看3头6臂，3个头在身上。对，但还好能正常发育。这边夏侯惇也是来吧，送我过线，过完线之后应该是要替下的。这一波的话，王瑞鑫选择是帮射手开节奏，他这一波下塔大概就能推掉了。这波，那这样的话，这波塔推完之后可能大师面往下传。这边看怎么过来2级能发个减速。这边让黄牌定住。这波王瑞鑫是用技能自救了。这波应该推完塔之后，他们会进行一个换线啊，换线让敌人继续拿红，然后继续推反边嘛，因为大师命这个英雄本身也不太好守塔，应该会打这样的一个推进节奏，因为右边其实狄仁杰选出来就是选择打一个推进的，而且你这个阵容想要去强行进到688的红区，其实是有风险的。但下路这个塔还没推掉，所以说下一波节奏九泽战队还是会选择打下路。来了，甚至这一波是想包夹4个人过来，哪吒这一波还可以飞过来。不过我们看688已经摆出了口袋阵，5个人直接夹过来，4个人被夹在中间。是的，赶紧退出来。大仙上去之后被拆了一下，一技能拍到2个人，但哪吒撞了过来，直接把人给拆走。是的，廉颇再给他打到了2个人，一技能冲进去，但是有点脱节，但自己也要打。换掉了大仙，这波还可以，墨子大招定的不错，但这一波直接狄仁杰2级的闪现拉扯了开来，没有被带走。而鲁班7号隔墙输出，伤害拉满，不过没办法呀，现在伤害有点不够，但是一个闪现越墙过去，但自己越难走。不过王老君给了个2级的拆了一手，堵了一下柯宇，没让柯宇带走幻东，被幻东给反手点掉，拿下双杀。打了一波3换3，这波曹幻东最后非常勇敢，闪现直接贴脸。对，他如果不闪，老实说能走，那个就能走。那这一波团战的话，那就是亏个人头。对，纯亏。但他这波闪过去了，最终打成了一个3换3。是，这波也是把九泽战队这边的一个节奏给断掉了。
他本身这个王道君这个大招放的非常好，你知道吗？他就把这个人全都往外赶，然后下路就紧接着上去卖，然后紧接着就反打了一波。这样的话，他那个7号输出位置太好了，因为哪吒这波飞的不是射手呀，他飞的是大仙的夏侯惇。对，所以导致这波这个7号输出环境有点好。然后呢，这波又飞过来，刹车了。在下路这一塔还是推掉了。我是感觉现在狄仁杰应该是要进行去换线去拿红的，去反边打节奏，因为这波红区你不可能再进了。本身对面也有留人的一个英雄王道君嘛，你进去也不好出来了。再打下路的话，很容易被包夹嘛。这一波狄仁杰是没有闪现的。哎，中路联盟有点勇啊，想碰撞一下，这要被连控到死。要进场的话也有点伤害。哎，这波大回去了，朱可宇再打回来，幻东，但自己也要倒，不过也还是带走了童哥，打得过2换2。结果夏侯惇过来做提过来，不是很好，贴到狄仁杰的脸了。是的，打出大招击退，然后再来一个斩掉了狄仁杰。不过这一波又是王道君的一个2技能动到了柯洁的哪吒，那这波哪吒也要倒。那这样的话，对面的红区是要掉了呀。688 2换4，双方阵容的后续的坦度跟伤害都很高。所以说射手死掉之后还能打，这波野区也能收一下。刚这一波的话，就是九州战队把自己的阵型拉得有点差了。对，这波是廉颇先上去卖了波，然后被一张黄牌定住，然后反手给秒了。对，被控死了。右边这把打团其实应该就是让甄姬廉颇在上面顶视野，甄姬多放1技能2技能去进行消耗，然后真打那个团战打起来之后，廉颇再拍打进去，然后哪吒再飞进来进行一个团战的一个这样的画面。就是你得留一手。对，就是你的作用是为了让瑞星有视野，然后让甄姬上去打消耗。是的。但是李毅哥今天的这个手感非常好，他的2技能的冰冻的精准度很高。是的，就刚才我们也说到嘛，开局说这个墨子这个作用，它就是能限制你直接去打这个前置伤害的，把人逼走了。对面是把2个中一塔把2个边一塔都给破了，下波应该还是一个龙团，会进行一个龙团的一个打团了，应该。上第3季战士巅峰的总决赛是针尖对麦芒啊，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双方目前的经济咬得非常紧，只有几百块钱。这波又来了，在这个左草的小隘口里啊，抓住了一个流星，但是没死。是的。夏侯惇也是一丝血，大招赶紧跑，闪现没留住，哎，哪吒飞过来直接就一个斩掉了大仙啊！这一波一哥残血，赶紧回到塔下闪现，但是大招放的不错，回头配合鲁班7号拿到了双杀，带走了2人。这波7号输出环境有点无敌啊！是的，鲁班7号这个角度太好了，闪现继续牛，没有闪的，沙嘴炮没有中，但这波想保一下自己，瑞星应该是难走。哎，这波龙给了一个拍，周琦这一波有点小失误了啊。那这样的话，这波红应该也，这边的红应该这波也是要没了。688把幻东位置保得太好了。是的，而且这一把的话，其实双方技艺差不多，但是卤蛋的输出量绝对比狄仁杰要高。对，柯洁在下路的那波红区团和刚刚的那一波蓝区团，他把大招全部交给了大仙的夏侯惇，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威胁到幻东的鲁班7号，其他人也摸不到他。而且在中路有1塔的情况之下，其实柯宇也很难找到一个角度去贴到幻东。是的，对。但是这把这个阵容越往后面打，那这哪吒发挥的空间就越大，越到后面的话，这哪吒就越无敌。所以幻东还是得留个心眼。左草，这个中1塔被破掉之后啊，688就舒服很多了，因为九州战队这边现在已经不是很敢出来抢这个中轴了。我倒是感觉九州战队这边，因为他一直频繁的在打3线嘛，我觉得他可以转成2线，然后去进行一个2塔压力，然后2塔把人逼过去之后，再来中路打一波中1塔。只有这中1塔掉了之后，他们这把才会团战会更好打一点。但是这样拖着的话，就是无非就是等下一条龙王嘛，然后等人出来，然后哪吒飞一个7号这样子。我感觉中左的这2波团战其实是有点688在主动找九州打的意思。九州战队其实是有点被迫来打这波团，然后在进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哎，大仙这个位置已经被打到残血，然后冲进去，尤其是刚刚那波团。是的，也是因为688这把的他其实他本身就这个阵容就不是很灵活嘛，他不像九州战队这边有哪吒有药啊，对吧？都能带，然后又有人支援，然后这边的话4个人真的蹲吗？但走了。刘星把治疗给交了，
应该是手误。哎，这波感觉这波7号有视野了，哪吒应该会直接飞他，这波是个机会啊！打回来，这波连上，直接冲进去，上去打一波，以4血的鲁班7号直接回头跑，但是草丛里面死之前把技能全部打完。这波遥遥无敌了呀，1个1打3个人，这波。然后这一波3个人全倒之后，九德战队这波中路有兵线的，可以把1塔给拔掉。怎么说这波柯宇的操作？评价一下。这波主要是他跟哪吒配合的非常好。这把刚才那波那个药，先用22的1技能打了这段平 A， 帮柯洁的血，就帮那个柯洁把那个鲁班7号的血量压力，然后。柯洁进去的时候就那个7号就没出了，只能跑了啊。然后后面其他人想去接7号的时候就扎堆了，对。然后这个时候朱克宇就出现在后面，然后1个1打了一波爆炸伤害。那看来朱克宇让你好看好学，说明他还是有点东西的。有点东西。好，但如果这个皮肤换一下就更好。是吧？确实。但是皮肤换一下，彭一飞估计看的会更仔细了。更仔细啊！刚刚的评价应该就没有柯洁老师什么事儿了，就只有柯宇了。还是这把还是跟哪吒关系挺大的，你知道吗？确实，跟哪吒关系挺大。因为在前面的2波团的时候，弗莱就已经点出了柯洁的这种哪吒在后面对于幻动的威胁还是很大的。虽然那2波团全都打输了，对，因为主要是柯洁他带着斩杀，速度力特别强。是的，哎，这个版本的哪吒，只要你到后期的话，你对面 C 位真的是苦不堪言，又肉一个人追5打，因为他一技能就是打的人越多，他就可以给他叠那个护盾嘛。对，啊，现在这个。688这边终于他也破了，我感觉打团完全是一边倒，除非有一种情况能翻盘，就是九德战队压高丽的时候，然后哪吒冲进去，然后脱节了，都一起往前冲，然后导致被反打，只有这种情况才会需要团战。如果都是在外面进行一个团战的话，其实都是很好打。其实他压高地也比较好压，哪吒开个大招，直接就锁曹幻东，曹幻东得往回退吧，往回退的过程当中他在刹车。因为这把你看这优势之后，这个廉颇视野顶得那么深，真机就不用怕墨子，因为廉颇会把墨子炮挡着，还有一直1-2进行一个前置的速度。这一波的话，688的决策有点问题，因为下路线守不了。哎，动2个。但是又这一波进去之后，1刀直接带走了大四面。是的，王昭君招出了闪现，1个并没有倒，但这波大仙进去之后是没有办法撤回来了。鲁班输出不了了，鲁班7号只有半血，下路的高地突破，这是一个5压3的局面，而且1哥的王昭君是没有大招的，再转中路把中路的高地给推掉。九德战队想要一波，墨子过来一炮，2个人，王昭君有大招了，封在了中路，但下路的兵线已经被清掉，但是中路的龙兵才刚刚到达，鲁班7号能不能点掉这个兵线？冻住了，但是人被压过去，狄仁杰疯狂输出在点水晶，但是兵线没了，鲁班7号直接对着扫，但是哪吒飞过去撞一下，保队友后撤，但是看一下幻东这个位置有闪现，他要追击吗？选择了放弃。那这波看九德战队会不会把这个龙给秒了？如果这波龙秒的话，其实这把就还无伤大雅，知道吧？哇，黑马战队九德队就是不一样，他非常的自信，对他所有的决策跟打法出现一个字，被龙打死了。这一炮百步穿杨啊！这个龙白拿了呀！啊！但是现在还是很尴尬，因为鲁班7号现在出去就是没有输出空间，他要像上一波一样，你冲进来送在我脸上，然后我王军傻大把你要跟伤害的人全给隔绝出来，就是我这样我的7号才有输出。对，不然现在一出去100分100输。最好反打的就是高丽，但可惜的已经掉2颗高丽。这一波柯宇倒了，所以688才敢出来。还是得拼命，这条主宰就不能让。看这波怎么说吧，这波想主动一点，想逼团，知道再退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其实廉颇这个辅助装这把可以换成行招的，只要行招到对面那个7号，基本是活不了的。就给个减速，他其实出个行招之剑加一个兵甲。对对对，就能够把幻东给控死了。他的出装还是偏让自己能扛一点。是的，夏洛想主动找机会抓一下哪吒。哎，他们这个速度很好啊，只要抓到哪吒只要飞不到7号，那我但是不够灵活。这个阵容都太……那这波就太被动了。这波中路线跟边路线其实都被过掉的话，他这个龙就丧失主动权了。因为哪吒我能飞啊，你有我那边线没什么太大用。对，但这一波飞过来又撞到我的脸上，但是夏侯惇很肉，能扛得住吗？廉颇这波冲上去，是否廉颇给一个控制？鲁班7号疯狂输出，但是只打到前排，廉颇先没扛住，先倒了，双方辅助先换掉，但是王昭君也是还在边推边打，跟狄仁杰对着点，但狄仁杰点不过，最终被鲁班7号扫死。剩下周柯宇和柯洁2个人，沈一换掉了，冲进去换掉了幻东，但是剩柯洁1个，大仙和周琦2打1。那这波龙肯定是掉了，这波应该只会掉个龙。高丽的话，看这边周琦有没有想法吧。这2个人的话，应该
没有办法给柯洁太大的压力。大司命加上下后蹲2个，中路的2塔可以推一下，高地能守住。 应该能守。这一波的话，周柯宇非常极限，用名刀强行把弩弹给换掉了。对，要不然很可能被一波。对，只要这波7号没有死就被一波。刚刚688的这一波处理啊，真的很极限。幻东这个位置边退边打，对，打了成吨的伤害。还是那个问题，哪吒只要不飞我就有速度空间。是，所以这把在柯洁的眼里，其他人不要有，你不要被残血所迷惑，你只需要大招给曹幻东就行。是的。 因为他这把没有鲁贝纳什，他只有一个墨子。对。刚刚九哲战队3个人同时换出了顶和鞋，我猜应该是有人说这边太空了，换双顶和鞋。墨子加王昭君同时练了一个顶和鞋。对。这条龙是被688拿到了。这波就等于还是要等那个小红刷了。超级龙这波放哪里？放下路了，因为你如果不管的话，这个主宰先锋是打不过超级兵的。你一个主宰先锋跟对面一波兵线打，他其实可以把这个龙放上面啊，他放龙的反边，他这样下一波就不用来处理这个边线了，可以用下路。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如果不管这波线，超级兵就要兵临城下，但是他后面其实还有一波兵线可以出来，等于是他用2波主宰先锋去拦你一波超级兵嘛。因为你接下来要去打这个暴君的话。 你还是会优先把下路兵线给处理掉。暴君要刷新了，这波暴君团战很重要。这波我感觉其实是可以小先压。对，那这波压塔的话，我感觉是给九哲战队机会啊。只要在塔前压的话，要这波是有绕后位置的呀。九哲战队好像是想打这波团的。鲁班7号都不敢过来。你看这个鲁班7号，哎，只能让龙兵来摸非常好，联盟这个位置非常好，要开了，直接冲进去吗？走了。哎。 这一波是可以上的，因为那个兵线选太后了，还是选择新兵啊，感觉跟不上他们。但因为流星他没有在闪嘛，这把是个治疗的廉颇，所以他怕自己进去之后被封着。现在龙还有15秒，看这边688战队对龙还是有想法的，想10秒钟把这个龙给打完，打得很快啊，那这个龙应该是没问题给到688了。哎，你说7号到后期他换一个那个天穹，他是不是哪吒飞过来第一时间把它推开，然后还是有速度空间啊？ 有，但是其实最终还是得看哪吒飞不飞弩弹，因为在我们已知的情况下，20分钟只要哪吒飞弩弹，弩弹就没有输出。对，所以说一定要把那个大招留给弩弹，不留给弩弹，那弩弹就一定能把。就是你哪吒进去跟鲁班7号，哪怕对来了。 直接冲，飞进去闪现拉扯开来，墨子给一个定封在前方，是的，围绕着鲁班7号打，又是这个口子，刚刚打过一波团，流星已经先倒了，而药已经被打到了残血，墨子过去一炮这个就定到了王瑞鑫，弩弹没人能切了，大仙是有复活甲在侧边又活了过来，墨子直接闪现过去之后，但是吃到了王瑞鑫的控制，所以没有能够追上，他在正面的位置哪吒有点扛不住了，最终被带走，人都是被大仙给收下，打了一波0化2 688，被迫双高的情况之下，现在是5压3，想强行一波上路也是有一波。 兵线的先推中的高地是九哲战队3守5，能不能守得住？大仙换了一个霸者出来，等续航，要过来打一套的一个飞跃。王昭君再给一个大招封一下，给一个减速，但中间的位置先把这个复活甲可以退回来，中路的高地已经突破了。那这波算是拉扯住了，最快复活的是流星，还有5秒钟一波。但是兵线进去了，这一波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可以把兵线给清掉，让我们恭喜688战队断掉了九哲战队的9小局连胜。 这个10小局连胜，最终还是暂时止步在了这里。战至巅峰第3季这一场总决赛的第一把，目前优胜的一方是688战队。虽然他们是自称为比赛打的最少，但是看比赛看的最多。可是刺桐也说了，训练赛最卷的队伍。对呀，他们太卷了，而且最主要是他们韧性强。对，是的，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强行给你拼命。对，而且后面的几波团战，他们那个阵型摆的太好了，只要你哪吒飞过来，我往后一拉，王军撒个大。但你那个哪吒飞的过程中，只要没有人去配合，比如说要到去绕后什么的，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击杀的。没错，那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听一下评论席的分析。 好的，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是恭喜688战队获得了第1局比赛的胜利。那刚刚我们的预测结果的话，无畏、腾哥、蜜姐预测都是688战队预测成功了。那我们派取一位代表来为大家送出我们的加码福利。很谦虚，那无畏来吧。
福利。怎么说？要不五位你来？来吧，你抽一下那个我们的箱子，去为我们腾讯视频站内的用户抽取加码的福利。腾哥，你来练。我帮你抽。套眼镜是吗？是，那我们看一下哈。勇闯天涯，战至巅峰同款周边。是的，我们的加码福利就是勇闯天涯战至巅峰的同款周边。那新哥这边预测失败了哈，可能有一个小的惩罚是吃柠檬，怎么样？能吃吗？赛前怎么没说这个呢？怎么中间我刚刚增加这个，有人给提议这个。刚刚这个台本哈刚送来的。吃完是吗？吃一片就行了吧？真不错，给我切了8片9片。想吃完？应该是我们只预测2。吃完吗？你吃1片那叫惩罚呀？哎呀，腾哥说的对。那不够啊，那个腾哥。多补充点 VC 是吧？再给我来点纸，我怕我口水流下来啊。太香了，把桌子弄湿了。好，新哥接受了惩罚，哎呦，有点酸，痛苦面具了。对，那同时哈，惩罚完成，新哥也为大家来抽取我们的加码福利。哎，我们也来抽一下。变白了，你都。我们工作人员，这么见效呢，蜜姐。皮肤都变白了，恭喜。这也是一个奖品吗？对的，对的，这个也是一个奖品。好，那我抽到的是卫龙战至巅峰同款礼包。好的，那我们奖品明细大家可以在腾讯视频战至巅峰总决赛直播页面查看。本轮的勇闯福利环节到此结束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来回顾一下本局比赛的情况。看一下这一局的数据哈，数据可能这一局确实鏖战比较久，我们都说龙王都上班了，所以可能要多准备一会儿哈。对，确实我们。腾哥觉得 MVP 是谁？我觉得是鲁班。鲁班7号，曹焕东。因为你觉得他可能躲避这个对手的攻击躲避得很好，是吧？我们都说他这局很难活。对面的阵容，对他这个很难苟活下来，但是我觉得还是就被抓到了两次吧，应该啊。我觉得大仙其实也给他也是默默的在付出。对他其实是做到了一个战场分割。对，那吴畏觉得呢？你从这个职业选手的专业角度，我觉得的话就是在曹焕东和周琦之间吧，因为打团的时候，就是周琦会完成很多一系列的收割，就打那种残团的时候，周琦会一直收割起来，然后像最后一波的话，就是曹焕东的一个自保能力啊，一把输出拉满，所以我觉得 MVP 在这2个人之间。那新哥觉得呢？作为这个最了解这2支队伍的人，这一局看下来，鲁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输出达到极致了。那这样听起来，确实好像鲁班7号这边得到了更多的呼声哈，因为我觉得确实是在阵容刚开始选择完毕的时候，我们就把更多的这种讨论点放在了鲁班7号身上。当时我们也都觉得这个鲁班7号是比较难去生存的，但是他做到了，他不仅生存下来了，同时在打团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伤害拉满了，输出打满，一直在输出，找的位置都非常的好。是的，但我也认同蜜姐刚刚说到大仙的这个夏侯惇分割战场能力，因为他是牵制了2个后排，他至少牵制2个。对，就感觉每一波团你会发现他会分2个战场嘛，然后大仙这边都会牵制2个以上的对手，因为这样的话，曹焕东他在正面去打的时候，他肯定是一个人多打人少，他就会更有优势，然后更能去找到一些输出的环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赛后数据，鲁班7号这边也是11杠3杠6，天哪！你说像那种，你就说，比如说大仙刚才他一个人牵制2个人，那就对方就1个人跟他打，另一个人赶紧去参团呗，不行吗？都被他拦下了，因为打不动他。哦，那就像那局我似的呗。哦，原来是在这儿等着的，腾哥。鲁班的输出有41，可能高。吴畏可以来分析一下，是不是一般这种熟练度比较高的夏侯惇，像腾哥这种、大仙这种，才能做到在这种团战当中牵制多人啊？就是他这种夏侯惇啊，就是会去分割一下战场，然后让对面只能打到夏侯惇，打不到鲁班7号。就是像他们这个夏侯惇吧，然后一直在吸引狄仁杰的火力，还有甄姬的火力，然后去扛着这2个人，等到曹焕东把输出拉满，把哪吒杀了，所以就这种夏侯惇会特别的厉害，是吧，腾哥？
是，果然 MVP 是给到了鲁班7号曹焕东，伤害占比41.3%，参团率89.5%，经济占比25.2%。KDA 很厉害的3-6，这是那个鲁班吧？嗯，是的。鲁班。因为其实我们所有人的关注点这局其实都在鲁班，鲁班能不能存活，取决于这个团战能不能打赢。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经济曲线其实也挺波折的，但是你会发现九折战队它经济这把是一个2闪过去的，2闪过去把哪吒收掉的。还是有一些操作在里面。对，鲁班这应该打团位置都找得特别好，非常好。他基本上要么躲在草里，要么隔墙输出。就有几波没斩好，没走好，但是整体来说都特别好。就九折战队就看他能不能切掉这个鲁班，他只要切掉鲁班，他那个经济曲线就会往上涨的。这波鲁班的位置找的也非常好。这波我没找着鲁班在哪儿啊？在上面，在右边的草里，在那儿，在这儿。然后还有鲁班的一个沙嘴炮，把对面的打野打掉了，就是几波非常关键的团战。对，就是感觉他这一局应该会成为九折战队想要去突破的一个点，但他不仅没有被突破，反倒自己还成为了团队有很多高光时刻的关键人物。是，我觉得确实。鲁班这把是全输出装吧？他有出肉吗？应该好像没看到，他毕竟伤害占比打得比较高，对。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们刚刚也聊到了688战队，他们队内还会进行一个这个位置上可以去轮换，对吧？像周琦这边也可以。周琦和张彤嘛，就周琦就有可能去打对抗路，也有可能打辅助，应该就是他们会按照一个英雄去分配。像这种硬辅这种应该会给到周琦，或者就是那种版本比较强势的辅助会给到周琦，像邵思源、朵莉亚这些。是的，然后包括其实曹焕东就这个鲁班7号，他是打野出身，然后来到我们这次的节目当中，因为撞位置了嘛，所以他也是去转位置，临时转位置去转到了一个发育路。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听说他下午的时候发烧40度，然后刚刚打完吊瓶回来，刚刚打了41的输出，打了40。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们也，因为他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上一次半决赛，我们看到九折战队在晋级到总决赛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哈，当时688战队他们坐在我们这个位置，就是当时鲁班7号就大仙那个队儿，他们5个人坐在这儿，全程观看了九折战队是怎么6比0对手的对，所以其实他们当时压力特别大。他们当时，我当时在那边隔着这个距离看着他们，都感觉到他们一局比一局碎掉的感觉，就觉得这个总决赛的对手压力特别大。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能看得出来，包括他们也去研究了一些对手的这种平时的习惯，我觉得今天的战术执行的还是非常漂亮。想听的语音回放，对，语音回放，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剪辑好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你好，龙，哇，祝你好，飞他吗？我飞了，我飞墨子，我飞，我打，可以打，nice，接着打，可以打，过来打他，斩杀，杀光他们，后面，稳住，兄弟们，没事，这小问题，我给你看蓝区就行了，来吧，跟他们搞一波吧，来，看情况啊，打，我，没事，能走吧，老铁们，守到了，我在靠，哎，哪吒没大，过来，靠一下，鲁班，给点输出，再给，别怕，连波拍3个，给两梭子了，怎么说？死一个，冻住了，我来找田姐没按，后排，田姐死了，死了，操作一下，斩杀，还差一点，好怕，哎，看一下，能丢2吧？动一下，炸一下，牛逼，走了，甩回来了，不用怕，帅的，稳的，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狄仁杰是吧？狄仁杰没用了，狄仁杰他已经残了，我准备飞鲁班，哎，这个位置，可飞，不急，不是他快死了，别不急啊！可以打，那个鲁班，烫死他 ，OK， 我烫死他了，杀他们，打他们，这个大司命，可以打，对。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我现在来到的是返场嘉宾席，我身边的2位先跟我们的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俊杰。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默。
俊杰，刚刚这把比赛结束之后，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看好的选手呢 ？pick 一位。我刚刚一直在看柯宇的发挥，对，他刚刚发挥的非常好，我认为切了好几次的 C 位，对他操作非常的好。我觉得一个打野吧，他非常得吃经济，所以呢，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红包。准备了个厚礼，有点意思啊。我声音怎么这么大呀？我还没说完。对不起。这个大红包意义非凡，让他叠满红 buff。不仅是己方的红 buff， 还有对方的红 buff。对，让他今天包赢。包赢可以。包赢，可以。红包感觉寓意拉满了，好不好？柯宇，周柯宇刚刚还在打，怎么现在又去拍这个东西了？你的心态还好吗？收到红包了。接收到了你的这份心意啊，还给你比了个赞，还比了个 OK。那强颜欢笑吗？是。没有，我觉得确实第一把，因为我们局间也一直在讨论嘛，确实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俊杰应该会把这份好运给到柯宇的。是的，好不好？那但是你也太偏心了吧？怎么就只准备了一份，只准备给了一个人呢？我们现场这么多的嘉宾，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是不是啊？你们想不想要啊？想。你也加入了？对，我也想。不给。能不能大气一点呢？李萌，你刚刚笑得这么开心啊？这样了啊。虽然呢，今天我们不在这个赛场上吃经济啊，但是咱们场下，大家伙福利啊，我们绝对是拉满的啊，老铁们！我现在拿出了天猫礼盒，我们和天猫呢特地为战至巅峰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天猫惊喜福利礼盒。黄俊杰帮我拿一下，太大的福利了啊！今天不是想要红 buff 吗？对，我为他们送上满满一叠的红 buff， 好吗？哇，厚一叠，见者有份啊！见者有份，那我分一下吧，我旁边只有2位。你身后也还有好多啊，左边也还有很多啊，大家都想要是不是？后面，左边一会儿的，后面扔不了了啊！一会儿的拿。朋友们，这后面扔不了。你要怎么？你来，你站起来。太多了，不能扔。给你们看一下，望梅止渴。好吧。那我其实我也是希望688战队和9折战队在比赛当中呢都能够叠满红 buff。今天包赢的。包赢的没有问题，同时也感谢天猫果然福利多多，惊喜多多，希望今天天猫送出的惊喜能够为大家带来好运和祝福。拿出手机上淘宝搜战至巅峰，还能抽8888元的大红包，天猫双11狂撒100亿神券，更有超多惊喜好礼享不停。第2局比赛也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选手的精彩发挥吧。哎呀，这大红包这么多，林默啊，一会儿我们解说台上这3个人，一人至少得有1个，等着你哦。这微信好友都是有的啊，一会儿我们就直接发红包就好了。这个红包我们要真红包，我们要真红包，好吧？那么今天这个福利拉满，比赛精彩程度也拉满。第1局比赛就让我们看到了688战队的强势翻盘，被迫双高大翻盘啊，无限反转，你永远想不到到底谁赢。翻中翻中翻。今天我们从这个2v2的表演赛开始，就已经把精彩程度拉满了，对吧？也是翻中翻中翻。今天到了这个终于等到的总决赛 BO5的第1把，也是翻中翻中翻。但是我认为啊，到了总决赛，还是对于9折战队的这个状态啊和他们的判断有了一些影响的。我是觉得他们那个队友的利用率不高啊。就包括最后一波哪吒开团嘛，你正常来说你肯定是有人绕后或是廉颇开上去嘛，肯定要打这种配合才能让团队胜利提高嘛。就感觉他们这种之间的配合可能只打了一两波，上一把就打了1、2波，就那个中卓那波我记得很清楚，那波要一个2-2一个1一个 A， 然后打残了，然后哪吒飞进去，那波团是完胜的。对，但到一直到后面那波团，要么是没有飞7号，要么就是飞了，然后队友不在。反正就是他们的整体团战画面的配合跟我们的理想画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但688这边对于这个鲁班7号的保护，那可以说是铜墙铁壁了。哇，保得太好了！就是你要杀我家鲁班啊，你必须从我身上踩过去。你看，王昭君一哥那个大招放的，对吧？再看一下童哥那个墨子那个大招放的，他俩就是什么呢？2堵无形的魔法墙立在你的面前，你过来一个。你就被鲁班7号打死，你过来俩你过不来，所以我们来期待一下接下来双方的第2局。很快 ，BP
蓝色方依旧是688战队，红色方是9折战队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1比0领先的688战队，他们的先慢先选会怎么去做 BP？ 在上一局比赛的时候，9折战队他们是选择搬掉了孙膑以及杨玉环这样多续航和拉扯的阵容，这是688最擅长的阵容。对，而且的话，9折是选择了红色方，对他感觉还是需要后搬后选。没错，现在其实上一把9折战队的 BP 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对，现在基本都是败方选红色嘛，然后打一个 counter 嘛，然后把你的要用的题前面都给你搬掉，然后后面就给你出康的英雄。是，688看来今天是不打算用刘邦的，就铁了心把刘邦送到底。但刘邦这个英雄也是不可能给9折的，对，因为9折他们有刘邦加蓝、宫本加南这样的组合，所以说是不能放的。就这个英雄其实是给周柯宇增幅的，而且哪吒的话肯定会办，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大仙是国服哪吒，没错，必须得办。孙膑也不给了，那杨玉环放出来了。但是没有了孙膑，看这个杨玉环配朵莉亚吗？先拿猫咪万金油，拿了之后先看情况，看你选什么，我再决定玩什么阵容。没错，就是9折战队这边中单，其实火舞这个英雄基本上是不怎么出的。对，688的话，火舞是有概率会出的。对，大仙用嘛。对，因为他们这边位置的话是无限轮换。对，有可能是我大仙玩打野、中单、射手3个位置，他都会用。看怎么换了。主要就是队伍的，你玩射手的话就是队伍的兜底嘛，你玩中野的话那就是队伍的节奏点嘛。是。我这边反正来个张飞加龙啊。张飞的 counter 还是很明显的。他左边会不会出邵思源这种？张飞加龙的话就是9折战队的最拿手的英雄了。像什么云衣吗？那是？这是元法吗？元法加上白起。元法，这把是元坦不是元法，看左上角的那个标，太淡了没看清。对，而且他已经出了中单的沈梦溪了嘛。这元坦的话是大仙的。元坦和白起，我们之前在 KPL 年总的时候有看到过边路的元坦出战装战士流。对，出黑切，然后大闪飞起来那个。对的。然后白起的话是打野，但这局比赛应该是元坦打野。对。白起带闪现走边，那看一下9折战队紧接着的中单位置啊，选择的是周瑜一个稳线权的英雄去跟沈梦溪抢中，因为王昭君已经被ban掉了，而后续的话9折战队则是继续去ban游走位，ban掉了桑启，而蓝再次被688送上班位。这一把的话是周启会去打到辅助位，因为周启的话是打站边的，这样选择的话周启就会去打辅助。那看一下9折会不会ban朵莉亚了？朵莉亚、邵思远。搬了狄仁杰，那看来9折还是没有我更了解688啊。来说看，毕竟你们跟688打的也多嘛。因为我跟周琦私下玩的时候，周琦一直在练邵思远跟朵莉亚。我看他这一把选不选这两个英雄？这把应该会出个软辅，因为有元坦加白起了。对的，已经有双前排了。不能再出前排了。而688继续搬周柯宇，2搬周柯宇，蓝加宫本。现在柯宇的英雄还没有出，但是688也已经把打野出出来了。如果周柯宇会玩夏侯的话，这把夏侯蛮好的。打元坦啊，打这个猫咪啊，都是感觉很好打的一个英雄。夏侯亮出来了，但也许是个摇摆。夏侯队有可能会给柯洁打边。是。但现在还有什么比较好的野合，或者说战士野给柯宇吗？感觉没有什么人太打得动的，感觉还是fly推荐的这个夏侯惇打野好。感觉不如出一个边路芈月，我觉得就夏侯惇打也挺好用的。边路芈月这把也有点好用。柯洁在这一季的战士巅峰里面还没有拿出过芈月来哦。对，他的边路英雄主要是覆盖在白起、孙策、夏侯惇、项羽和刘邦上。现在哪吒已经用过了嘛？孙膑也没搬了，他应该会出一个蔡文姬之类的英雄，要么是蔡文姬，要么就是那个邵思源和朵莉亚，他感觉就得出软辅啊，这把。看一下688到底出什么？邵思源加上百里守约锁了，直接锁。百里守约的话，这一把得发育到很久，因为前期没有什么太大的输出。他其实这把他应该就是那个双边发育嘛，然后让桑启让那个邵思源加猫，然后进行一个转线节奏，走到哪压到哪。然后这边那个坦牛就应该就是跟着带着中路一起转线。看9折战队的最后一手，这夏侯惇要定位了啊！这个 VP 到底是出边路还是出打野？出野合还是出站边？
野河的话，曹操站边，曹操也还行，这也只有曹操野河能用了。因为别的纯野河真的不好用。其实到了这一步啊，双方他拿出在这一季战至巅峰用过的或者没有用过的英雄都已经不出齐了。为了这场比赛，大家都已经准备了很久。大师命好啊！这一手，看，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看右边这个阵容嘛，他前期也不弱嘛，就看能不能有小野节奏吧，有没有小野节奏？因为他发育路是个弱的嘛。然后就看能不能去往发育路那两个小野有没有说法了。但是打团的话，感觉左边还是要主动很多，因为那个邵思源，那个给那个白起的回复量，给他坦牛回复量就是很多，就太猛了。对。那这把这个大生命应该是打野位，对，打野位。对。然后这边就是左边的话，前置也比右边好打，右边只能被动防御嘛，有张飞的盾，但我猫就能打前置。然后到中期的话，我的守约如果是曹操打野的话。是没有人能切 C 的呀，只能看懂了呀。因为扫个闪现你碰不到那个守约。对，你碰不到守约，守约太灵活了，位移太多了，3段大招加个闪。所以这个阵容打到后面，而且对于敖影来讲的话，这局比赛他要处理掉的前排有点太多了，他还要防掉刚刚 Fly 说的这个沈梦溪的消耗。对对对。虽然有张飞在啊。上方教练 BP 结束。大仙身兼数职，这个舞台一个 X， 双方的教练握完手之后，也是从完全不同的2个方向走开。是的，究竟谁走的这条路是捧杯之路？这场 BO5进行完了第1局，目前是688-1比0领先。九州战队在这局比赛依旧拿出了一套阵容，在前期有对抗，后期有敖影兜底的阵容。是。上一局比赛，他们很遗憾的是被对手翻盘，688韧性十足，已经在这场 BO5得以展现。究竟谁能够在这第2局比赛赢下来？是688战队率先以2比0进入赛点，还是九哲战队1比1把比分打平，让这场 BO5的悬念变得更高？是的。这把就看前中期的碰撞怎么样了，因为九哲战队这个阵容的话，其实他的进攻压力蛮大的。后期的话，河比较少。对他，如果要是拖到敖影起来的话，就太后期了。对，而且敖影要打的是对方的双前排阵容，白起加上袁坦。然后这边邵思源也前面也挺主动的，他可以线上一直偷经济，你知道吗？然后打团也有回复量。请做好。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双方的第2局。蓝色方688战队，红色方九哲战队，目前比分1比0。我是解说瓶子，我是解说刺痛，我是解说 Fly。看一下开局，这局比赛，童哥的白起走边，柯洁的夏侯惇走边，而大仙的袁坦和柯宇的大司命打野。在周琦的这首邵思源拿出来之前，刚刚痛子哥已经提前给我们透露了，看看他的表现。好厉害的，对啊，很久。对，刘星的话，廉颇、张飞也都是他的招牌。那这把夏路一看呢，已经是连续击中2枪了。是的。那这把九哲战队的思路就是，哎，我发育路比你强，我就来合体边开，然后把这个边路的这个鸟给吃掉。而这边邵思源的话往下来，其实已经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了。他其实最好是往上去把那个资源给就下路已经没有办法再站住视野了。对，但是的话，因为688的核心就是射手嘛，所以说也不会选择主动去优先帮上路，还是得帮下路舒服一点，还是要帮幻东这个点舒服起来。对。一个3火，打了个3火龙魂，但前面其实都还好，有恢复英雄。好，这边猫咪帮那个坦牛直接提速速刷。那上路的野怪就被柯洁收下了。那双边打野的节奏都很近一下，一个是发育路开，一个是对抗路开，然后开完都是来中路进行一波转线，然后转到下路再去压一波。这样的话，下路这一波九哲战队是优先支援的，所以说想要施压了，688得怂一波。对，但是被眼看到了，这波也是应该下来就是想卡个兵，这波还是很细节啊，用身体把这个，但是没有选择去卡，没选择去卡线，可以卡，但是没有选择去卡，然后这边中路碰撞，前面周瑜还是蛮主动的。周瑜不管往哪条线走，都会给到688很大的压力。他这把选周瑜出来跟沈梦溪抢线权，它的作用就是要帮边嘛。对，九哲战队的话，一般是2分半那一波，王卫星会选择去帮发育路。
来了，看一眼，但是还是因为没有线的原因，所以也只能先撤。对，2分半那一波他一定会下去，对他一定会在那个边草好，绕了一圈又兜到了墙边草，然后这一波如果带不了节奏，他就会回中，能带就再带一波。好，站到了墙边草的前草。一个3火龙魂。 出来之后，一个推线，对，猫咪现在也是下来做一波协防。劣质已经被九州战队给抢掉了，下路的火已经提前先铺完，过来磨一下防御塔的状态，然后卡守约一点线，但神魔蝎已经靠了过来了。周瑜再扑火，但是扛了防御塔的塔伤，并且被点了2下，已经很惨了。那这波的话就挺赚的了，下波猫咪回中还能把中线给过掉。其实这一波的话，周瑜状态掉的有点狠，可以反压，甚至都不需要回中的。 周瑜没回家，对，好像白金锤要来拿红，直接没给，大家一起回来。太早了，太早了，你射出这么早拿红，这就是发一路的逻辑。看到小地图，以为想拿，回来说我对抗路啥都拿不到，凭什么你射手3分钟就拿红？你除非你阿里就出到末世了，前期太肥了。 才会3分半钟考虑给你把这个红 buff 拿走。其实这把就是因为右边他有进攻压力嘛，他越打后面河就没对面多，所以一直想去发一路进行一个压制嘛，他不可能上去压个白起。对。然后688这边做的就是你来压我，我不被你压，然后我就跟你均着走，然后就给你打龙船。哦，喷大招，很主动。对。那这个砸没砸到？想回血。 看这波怎么说吧，哎，定身也多，对，张飞这波没大招了，那这波如果打不出来的话，那4路这波龙还很难受。冲进去之后想直接越，但是被闪现拉扯了开来，并且把周琦给带走，周琦也是残血逃生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还好，哎，这波白起传下来，这个坦流这波再进行一个卡位，那这波节奏就算是开了，就看这个龙的争夺吧。刘星很主动，这波大招喷的。这波龙放掉的话。 这个下路爆得很突然啊！原本想的就只是摩擦一下，然后双方可能会在4分钟的时候在龙坑会有个对话，但是没想到九州战队率先发难，尤其是流星下路流星主动出击，直接开大。对这个大招喷上去，把幻东喷残，而且周琦那个位置也被打残。为了做协防，身位靠前，还好是一回去，然后幻东交了个闪把他给接走了。这波推完发一路塔，我直接换线来压白起。这一波换线换得非常的快啊，节奏非常明朗。推完你下路一塔，我就推你上路一塔，无限放大周瑜这个点在前期的推进效率，瞬间3人就集合，出现在你上路。猫咪反应过来的时候，上塔已经没了。然后柯洁也第一时间补到了下路来。这一把九州战队的节奏在前期这5分钟打得太漂亮了，特别流畅。这波很流畅，这波是发一路的塔加龙，然后加转线，然后再加1塔。这突然之间就打了6882个塔差，是上下1塔全没了。其实，在边路被破塔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其实让夏侯就留在边路，然后去过线，过完线，其他4个人就打2线抱到中路，然后给。哎，张飞这把直接绕后给大招喷，但这波兵线是很残了，所以防御塔是没有推掉的。想法是很好的，但好在688第一时间把兵线给压掉了。 其实现在九州战队要做的就是找一片野区，我进去，因为我边路线也没1塔，我自然而然就优了。那我其他4个人在中路打对抗，对抗完之后直接找一片野区打，就把优势给扩大。因为周瑜这个英雄就是前中期就是非常主动。目前的局面算是缓和下来了。刚刚如果这个中1塔兵线没有第一时间处理掉，中塔一掉，那局面就有点小炸了。而且九州战队的话，这边还可以继续控一条主宰，把家里野区一收，就上来打团吧。 688的想法很直接，就是我这个阵容，其实我的双边都需要刷一下。发育对，然后沈梦溪其实在前期追着王仁心走就好了，一哥就是盯着王仁心，他去下你去下。主要是九州战队他的战术太明确了，每一波的推塔节奏瞬间来的人就是比你多，对，防不胜防。就是你想做协防，但奈何对面这个力气太大了，是你守不住啊。张飞这种英雄，周瑜这种英雄，技能往你脸上一扑，你只能跑。 而且你是个软辅，像守约需要伤害的话，还得要3件套。对。是扬言。然后这波持续给出他压力，看这波张飞会不会再喷你的大水平？因为这样来回转2波的话，中塔其实就能下了。张飞应该是被眼看到了，但他把眼给踩了。
下路的2塔可以施个压。如果中1塔频繁推进，推不出效果的情况下，就最好的方式推边。主要是这一把688在守约没有起来的情况下，很难去打死这个all in。因为没有刺客嘛，切不了。就是如果是688顺风，9折战队也处理不了召唤宗啊。但现在9折顺风，688也处理不了这个all in，两边的射手都是自保能力很强的。对，而且在说到沈梦溪这个点的时候，因为你一露出沈梦溪，所以紧接着9折战队在红色方的1、2选就把张飞给点了。张飞克制一下猫咪，对你猫咪又是一个逆风的沈梦溪，我顺风张飞就硬吃你雷没关系。中路的1塔的话好像也要掉了，守不住了，耗得很紧，已经推了3波了，该推掉了。那这一颗雷下去，连盾都扎不爆啊！这一把明显的感觉到9折战队打的要比上一把稳重很多。自己的对自己目标内的东西拿到了，就直接撤了，就不贪战。对。688的阵容也出现的问题在于，我白起就算开到人，我打不死，那我不如不开。开到人打不死，哎，这一波想抢龙，没有抢到，想让周琦用大招试一下。目前这个局面打下去的话，9折战队的经济会越来越高，那敖影的成型就会比百里守约更早。两边虽然说在射手方面都是打前排，在中期能力比较薄弱的英雄，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是优势的一方，他的2个前排比你的2个前排要肉得多。所以他都是双前排，甚至9折战队是3前排的情况下。对，然后优势的话，你左边也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直接留人方式。你像你白起，其实留到人，你现在血量不够，你超猛到你那钩子完全勾不回来，对，那就会导致我周瑜我扑火推塔，那你想说他就只能踩我的火。这个南半部看能不能打起来了。前面没打的话，现在打团感觉。哦，这波先冲进去了，超猛了3个。是的。但这波敖影有大招的，白起这个位置还是没办法走，被烫死了。敖影直接往人家喷大招，喷一下之后再给一波消耗，但是伤害依旧不够，打不动这个前面的大司命进去了，让大司命当这一波 C 位。邵思源被夏侯惇碾死了。张飞跳进去，再往里追，但是柯宇还是倒了。不过这波没关系，换掉了大仙，最终是打了一波1换3。守约点了半天没什么伤害呀，还没点不动人。是的。小蒲这波敖影进去是打了一波团控，对，然后就溜了。溜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其他人的伤害比他更高。优势局的坦克真的，哎呦，这波3火。现在688完全压着打，外塔已经全破，现在才10分半的时间。诛恶四伏。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得归于下路那一波。对，那波节奏。对。他们从下路打完转上路，4分钟前刘星的那一个大完了之后，然后在龙坑的争夺拿到了1龙，然后紧接着在下路又爆了一波推了1塔，然后转上路推上路的1塔。那一波打完之后，然后紧接着在中路1塔的连续3波的压境，让688这一局比赛在整体3线上都没有好处可占了，全线逆风，就拖不到白起起来了，也拖不到守约起来。这把就很明显看到，这把就是相对于上把来说，这把就一直打2线，然后我抱团推进的阵容，我就每波都是中塔啊、转线啊、塔啊，我就一直给你压力，然后让你要是来收塔你就掉血，你不来收塔你塔就掉血。然后这波也是个2线起啊， 2线推高力，看一下这波张飞会不会口大。我中塔也是磨了半死，中路高力可以扛着点掉了。哎，张飞直接喷了，但是也没啥用，没啥用，威慑一下。对，打的就是气势。因为这个他这个大招其实是应该在战术意图上是配合队友来推这个中路的高地塔的。如果688想过来，他这个大招这波想接，张飞没大招的，但大司命从侧面冲了出来，配合夏侯惇直接冲上去，把3个人逼得并且还打掉了周琦。那这把
那就很难受了。周琦也倒了，少了一个游走，现在是一个5打4的压境，但是兵线太残了，压不进去，堵了一波中路的高地线，选择了撤回去把野区一反。左边的话，还是要等一下装备那样，等一下那个破晓。战斗真的很难拖啊。其实这把沈梦溪是没有王昭君那么强的手线能力的，是的。上一把是有王昭君的。主要对到了一个周瑜加张飞，我无伤就是你大线你不可能一个大招把那个大炮车给炸掉。对，那周瑜就复活我猛猛烧塔就完事了。然后沈梦溪过去甩雷，张飞一个盾，全给你抵消了。白起上去嘲讽，周瑜直接给弹火，没有人敢过来。九哲战队直接跟着周瑜的火线往前压，童哥就根本不敢嘲讽，嘲讽其他人接不上，然后紧接着白起就有可能会被控死。688现在他没有太好的时机出去主动求战，没有一个很好的先手开团能力。其实这局比赛在4分钟那个节点是一个很关键的节奏点。4分钟那波龙团的位置，如果688战队和九战队打了那一架，那688赢了，现在难受的就是九哲，都不好处理 C， 是，就是顺风。如果沈梦溪顺风的话，你张飞的盾也是没有用的。他这个超级龙这波想压下高地，周瑜把火铺开，不让你守高地，慢慢磨。哇，太快了，这个高地掉的，没办法，守不了。跟着周瑜的火往前压就行了，张飞连大都可以不用交，再帮你压到水晶，上路兵线摇过来，带着双龙兵想进去，但这波龙兵的血下的有点快，直接冲进去挤人，打起来，但达斯明这个位置一直在吸，大仙开出了血手，往回退了一下，上路高地能推，张飞已经没有大招，但上路这个高地龙兵可以喷一下，下路这波龙兵过来之后是被白起给拦在了外面，勾回去清掉。哎，这波锁进去，有闪，退回来。这边的话，大仙很弱，在扛伤害。是，敖影的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用3水魂撤了，吸了波血。那这一波暴君688还是得选择出去拼命啊，不拼命这一波基本上就很难打了。就这一局九哲战队的优势比上一把还要大得多。对，双方阵容的话都是前排比较多，所以说拿到暴君肯定是优势更大。我这样我就有斩杀线杀死你的前排。两高优势6000经济差，而且目前九哲战队的防御塔全在。继续求战，不让你走。现在伤害是很高的呀。哎，这波扣住没机会。等下一波龙。现在九哲战队就等着我兵线到之前，我把火铺好跟你打就行了。对，而且上路这个防御塔的话，已经可以无兵线拆掉了。来了，人到直接扛。并且还堵一波线，然后这一波线进不去的话，把中路的兵线一断，断完了以后回去拿龙。还是想打，中线快到了。对，看这个样子是想打。对，因为龙还有一会儿才刷嘛。好，中线到，尝试一下，送周瑜进去把火铺开。这3高已经全破了，可是不想再拖了。风刀九阵复活，对，张飞来了，进去喷到5个人吧。白起之后过来之后给一个嘲讽，嘲讽不了，但是周琦还没扛住，张飞先倒了。这个位置白起扛不住，童哥也阵亡，张飞直接挤进去，敖影之后3火棍直接全身杀掉了李毅，2连击破，敖影开出大招，可以往回喷吗？直接往回喷，老罗你再喷一下，配合队友带到曹焕东，一波团灭688，胜利就在眼前了。哇，流星先手开团，一口气直接就是喷5个。是的，9比1的人头。玲珑灵塔的大优势，让我们恭喜九哲战队1比1扳平比分。这场总决赛悬念依旧，究竟谁能够捧起我们第3季战至巅峰的冠军奖杯还不知道。目前 BO5 的2局打平，第一把688是一个大翻盘，但第2把的九哲战队从开局的3分半钟下路开始。到连推2条边线1塔，他们的节奏拉满，让688喘不过气。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没有第3把了呗，那留一点非常的精彩哈。确实，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一个拿柠檬的动作？是因为我们在刚刚这一局的过程当中也进行了预测，只有腾哥看好的九哲战队，所以1v4成功。我们4位拿个纸巾吧，谢谢。对我们4位，这一局的我们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本来没有惩罚。然后呢，导演组说是腾哥决定我们4个人吃不吃柠檬。腾哥，你的选择是1人2片，1人2片，太猛了。因为4不容易的，因为4真不容易。好，太不容易。所以你们大包一下，怎么样？还不错，提神啊。你看秘密完了，眼睛都亮了。我们女生还好，无畏要哭了。无畏是什么表情？好苦，好酸。鑫哥，好苦，你是吃着完了2个，一人俩。杨幂多吃点。你看你都变白了，快来。有点 VC， 我还想吃呢，我没权利。那你吃，你想吃就吃。我把我这片让给你。没事，先摆这。是的，那我们这一局确实，腾哥，你可以先讲一讲，腾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看好这个九哲战队，对吧？1v4这么勇敢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也不太懂阵容啊，但是阵容更强大，其实我不懂，我只是希望比赛能更精彩一点。那确实这局比赛你觉得打得精彩吗？那就还行，我觉得前面有点太平淡了。好长时间都没有产生。腾哥前面有点晕。我觉得前面其实688阵容，我觉得挺强。我觉得白起很强势的情况下，前面应该主动开团，是吧？反而他们没开团哈。我觉得还可能是技能出现点问题。对，要么就是东西守家的时候，然后看情况能不能嘲讽一个。像周柯宇有时候会大招进来嘛，那看就是能不能打到脱节。如果打到的话，就是有机会。对，包括这局确实在白起带了治疗之后，当时鑫哥就提出质疑，觉得可能是带错了。对，有点着急换英雄，因为他这个时间比较短。会吗？会出现这种问题吗？我们会的。是吗？带错技能啊，忘装皮肤符文没调好。皮肤还有问题。真的。确实，我们在职业的赛场上可能也鲜有发生，确实发生会比较少一点哈。那我们这一局也是再一次恭喜腾哥在勇闯福利环节进行了正确的预测。这一轮呢，直接我们的腾讯视频的朋友们送上加码的奖品。这轮我们送上的福利比上一轮还要给力。我们送出的是勇闯巅峰畅饮大礼包和卫龙巅峰热辣大礼包，都是只此一份的惊喜大奖了。线上的朋友们，快去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看这份幸运花落谁家。那咱们评论席除了有大礼包派送，还有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中国首部亚运电竞夺金纪录电影今年22即将在2024年年内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敬请期待吧。我们这一局的话，刚刚腾哥也讲到了，其实前面是一个非常焦灼的一个战况，所以我相信前面它的这个经济曲线也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差距，应该也是比较平稳的。对，但是好几波团战我们看到，确实九哲战队这边确实占得了先机，对吧？我也会觉得说这一局哪个时间节点是九哲战队把握的比较关键呢？就是从开局来说，就是九哲这个战队，他们这前3手的一个选择，就上中野的选择就是打强势，就他能一直延续着这个强势，延续到游戏结束，我就觉得打得挺不错的。然后反观688的话，就是前面是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有点太怂了。然后像打团啊，一些细节也没整理好，然后像童哥治疗打团2波团战治疗都没摁出来，所以说我觉得童哥可能玩白起玩的不是说特别的熟练。我们这局看到王瑞鑫的周瑜和蒲熠星的敖影，他们的伤害占比都打出了31%，100%参团。他其实经济就是一直在被蚕食，然后他一直被消耗，对，不停。因为周瑜他就很消耗啊，敖影也消耗，那打得很保守，就一直被魔塔。也没出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失误吧，九哲战队。对，然后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给到画面，先看一下本局的 MVP， 给到了王瑞鑫的周瑜，伤害占比31%，参团率100%。
3-0-6这一局，其实在BP 上，我觉得王瑞欣是得到了针对的，对吧？王昭君是在前2楼就送上了班位，然后他们同时在1楼的位置锁定了沈梦溪，也是一手一选代班。但这波就童哥质量没摁出来，他如果摁出来还能再战一波。你说，如果这一局白起带的是闪现，会不会扭转局面？一定，因为他其实站在前面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威胁。因为你射手，他就不敢离你太近消耗你。包括对面的这个周瑜哈。对啊，周瑜就不会说很嚣张。对他们可能在打团的时候之前也会沟通。现在感觉都没人太忌惮他哈。对，所以也可能是688一个战法。这一波那个治疗根本没按出来。就想身上2个治疗，然后打团也不怕。对，这个周瑜的火就一直扑着，就是你会发现，哎，好像打着打着，688这边的人越打越少。就这个周瑜确实是在背后默默付出了很多，一直在持续的燃烧。所以这一局双方已经战成1-1平了。怎么说？接下来，哎，刚刚是不是有个小插曲？葛mini给蜜姐发了个微信说的啥来着？中间葛mini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1-1了。我说那这时候就有人要问，怎么才能翻盘呢？是，除非哎，葛mini老师这波先奶了。是，真是葛mini老师先奶，真是没想到。然后现在的话，双方打成1-1平，等于又来到了一个同一起跑线嘛。我们来听一下这一局的语音回放。我没了，我没有。打不打？打不打？打我飞了！来，快点射手，快点射手。可以打，直接打，直接打。可以打，可以打。OK， 我打掉一个，打掉眼了。还能打吗 ？OK， 走，先走，先走，转中，直接转中。来，推。哎，我绕到了。我在，我打白起。打，我来，回来，张大仙，后面这个。有说法。留能留吗？留不了，走。那也听到了这一局的一个语音回放哈，我觉得现在双方的气势应该也差不多。心态上的话，我们包括赛前也聊到这2支队伍他们的这种战力，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均衡的，对吧？九哲战队在经历了半决赛几场比赛的淬炼之后，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队伍的一个质变和蜕变。而对于688战队来说，也是在这季战至巅峰的舞台上一直，对吧？信哥都给到了比较强的压迫力。688战队这边感觉就是688刚才有点不敢打了，到后面一直在掉资源，然后掉塔，这样就感觉他们没有拿到这种主动的先手的这种阵容比较多的话，就会比较难受一点。就拿到一些弱势阵容，然后就扛不住。他如果顶得住的话，其实他们这把还挺好打的。到后期的话。因为我们在局间当时也有分析过，就是劣势的688战队应该如何去把局势扳回来。我们当时就有分析到，比如说看这个白起能不能在打团的时候多炒几个，然后沈梦溪多炸几个，就是大家配合起来，可能才能去造就出一波比较关键的扭转战局的团战。但是很可惜他们没能拖到那个时候，包括也还没拖到首位成型嘛。那无畏还有什么建议给到他们吗？我觉得像总决赛，大家就掏那种强势阵容，然后给大家多打架，然后看一下经常的一些操作，然后陈哥也有解说的机会。是。好的，那接下来非常关键的抢赛点的第3局，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好，欢迎回来，马上进入到2支队伍的第3局的比赛啊，目前1-1打平。刚刚我们其实，在评论席吃柠檬的阶段，我们有在想这把 MVP 真的难给啊。对，我们当时我跟通哲哥想的是，这张飞真猛啊，是的，喷5个啊，这张飞的下路的节奏，最后一波团战喷5个，然后最后 MVP 出来了之后，看到了王瑞欣的周瑜，然后弗莱说这个人是真厉害。对呀，他太难给了，他在前期的节奏推塔、推下路一塔、上路一塔。和中路塔的时候都跟他有每波塔，注意是每波塔都有他的身影，就是每一波塔。对，只要最夸张的是每一波。对，只要对面想出塔，你先吃我火再说。对，所以你在放出沈梦溪的情况之下。
九哲应该会继续选到刘星的牛魔啊，因为牛魔、张飞加廉颇嘛。就如果牛魔赢了，保底巅峰对决嘛。对，巅峰对决那3个游走位全部辅助3板斧，然后中单。下来平队就是688这一方，而且确实刘星那一波大招直接打开了局面。对，所以接下来这个 BO5 1比1之后啊，刚刚聊到了一个关键的就是英雄池的问题，还有688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换位这一点上，就只有2个人做出了换位，对吧？一个就是就只有周琦嘛，童哥第一把他玩的是墨子嘛。对吧？然后周琦打的是边嘛，然后第2把的话，周琦选择了少思源打游走，然后童哥打的边路的白起嘛。对，因为他们是硬辅就给到张彤玩，对，然后软辅是给到周琦玩，然后这主要是坦边和站边啊，对吧？坦边和站边的区别，所以在接下来这一局688会不会在 C 位上有一些人员上的改变？你比如说，但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王若欣他就是。王若欣他今天其实，在九哲战队这边的话，他其实是不会有什么位置的轮换了，主要就是毅哥他，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过张大仙去打中，但张大仙如果去打中的情况之下，那打野位置就得换人来补，所以我们先来看看688在接下来的这一局比赛的一个战术的布局会是什么样的。现在比分来到了1比1，两边现在都有压力了。对于688来说的话，这2局比赛都过得不容易，虽然比分是1比1，但第1把的话是一个大翻盘，第2把的话，并没有拿到1条龙和1个防御塔，是一个0龙塔的局，只拿到了1个头，被完全压制住了。九哲战队的话，这2局比赛的对抗性是拉满了的，一把的强开，一把的运营，极致的运营，非常九哲式的运营，哲式运营，哎，教得很透彻。就可以说九哲老师倾囊相授了吧？对，在运营这一块，这种运营的方式，大仙怎么去应对啊？其实主要是对于大仙又当教练又当选手，对，怕就怕没有把自己带入出来，因为有时候当局者迷。是的，就是他在里面打嘛，但是教练逼完了之后就可以下去看了。对啊，上帝视角看得很清楚。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又要去做教练，大仙真的压力拉满。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啊，这一局蓝色方依旧是688，红色方是九哲战队，败方选边选的蓝，那 BP 大概不会变啊，还是688，九哲还是不会放给你孙膑、杨玉环啊。童哥这个节奏跟现场的这个加油声，这卡上了。刘邦搬掉，哪吒搬掉，跟上一把一样。童哥也是很享受的，因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有见到童哥，当时我就问童哥，我说你看着这2场3比0下来之后，你有什么感受？他跟我说，我就想上去打一把。哎，这已经过去1个礼拜了啊。蓝搬掉了，还是没有搬游走，但会不会抢掉？没有，异形。
一心是柯洁老师特别擅长的英雄，本命，本命一心，神之一手，胜天半子。但其实来到战争巅峰之后，柯洁几乎没有再玩到他的神之一手，他已经固定边路了。还是搬掉了孙膑、牛魔、亚莲，就是这3板斧。牛魔太懂了，亚莲后面再补一个海洛，王仁勋的3板斧，周瑜、海洛，还有一个忘了。哦，甄姬、海洛、周瑜、海诺、周瑜3板斧，是的，赢了就3比0，不赢看有没有其他的绝活，在这个1个礼拜的时间里，目前没有看到过他们的第4个英雄。焕东今天也是带病上阵啊。这局比赛选择了阿古朵和狄仁杰，也是一个比较偏推进的阵容。是，但狄仁杰其实特别难打亚莲。选择了王昭君，上一局王昭君是搬掉了。哦，对，因为王昭君打一星嘛，你宽到我得疯打。对，所以说王昭君这把还是好的，你就过不来了。九哲不愧是真正的教练。你也是教练，你也是教练。接下来的班位，本战队先办。第2轮的班位是先办先选，是红色方；第1轮的班位是蓝色方先办先选。把夏洛特搬掉，让亚莲在边路过得好受一点。这把应该是周琦打边了吧？站边打站边了。得看选什么样的英雄。伽罗搬掉。但其实688这样选的话，要么边路来个肉，要么辅助来个肉，是一定需要再选一个前排的。单靠一个阿古朵不够啊。最后一个班位，主队战队会给谁？廉颇。对于688来说，目前这个阵容的冲脸，他是已经有点限制不住了。牛魔加上亚莲这2个已经很强了。是的，狄仁杰其实这把输出环境有点差，要看优了，看看一心能不能把人给固定战场，固定那里。亚莲能切，牛魔能开，王昭君就还能铺场。如果说没有开到你，没有切到你，我就不让你输出。对，凯最后一个班位，688给了凯。曹操打野，该来了，还是来了，打野曹操。这就是刚刚有说到过的周柯宇，你是搬不完的。你搬掉了一个蓝，搬掉了一个凯，但他还有曹操可以拿出来打野。英雄池太深了，主要是688这边的话，不知道要玩什么样的阵容了。最后的2个选位，688战队要定阵容。刚刚痛子哥有说到，还需要一个前排，在游走位，但是廉颇已经被搬掉了。桑启，然后对抗路的话，亚瑟吗？亚瑟，索拉，亚瑟打亚莲，有什么说法吗？没打过。之前应该有看到过，我记得我印象里面是有过的。不知道这把会不会出功德流啊？功德流亚瑟。戈亚，最后一个发育的英雄选择了戈亚。左边整体没啥控制啊，这把曹操说实话，到中期有点爽啊。哦，换吗？莱西奥，索拉。莱西奥的话，这一把发育起来输出能力还是有的，因为这边没有好切 C 的嘛，而且也整体不是很肉的一个阵容。而且他被亚瑟如果要是贴到的话，大招直接就走了。对，其实这一把的话，不管射手选什么，其实都不重要了，因为九哲前4手太强了，自然而然输出选什么都能有输出环境。他主要前4手能把对面的输出射手的输出。亚莲、王昭君加牛魔，我怎么打我都能把阵型摆好。688和九哲战队2支队伍 BO5 总决赛的第3把，目前1比1打平的情况之下，688最终是选出了亚瑟出来打对抗路，而周柯宇在又吃到了2个班位的情况之下，选出了曹操来打野。来到第3局全局 BP 的赛制之下，对于我们战争巅峰选手们的英雄池都有非常大的考验。确实。
因为童子不是老说3板斧吗？3板斧第4把看有没有练习出新英雄呗？子龙来预言一下。第4把我预言不出来了呀，因为我真不知道流星第4个英雄。前3把全都是按照你的剧本来的，我跟你讲。这个我们就不着急了，因为这场 BO5一定会有第4把。现在是1比1。我现在是比较期待的是这一局比赛，这个亚瑟的选择和打野位曹操的选择，究竟会打出什么样的效果来？而且刚刚弗莱也说了嘛，亚瑟打亚联，我没打过啊，没打过，没打过，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我感觉应该是亚瑟好打，因为亚瑟有续航嘛。然后主要是亚瑟那套装备，对，确实回复能力很强。就打一套，打完别让那个亚联打出那个被动出来，那血量优势的话就赚了嘛。哎，这个亚瑟的出现。是不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谜团，一个 X 因素？但是团战肯定是亚联攻作用更大。对的。童哥的亚瑟这把带了一个治疗术啊，这应该就是在他几个熟悉的英雄里面选择了一个比较擅长的，而且这个英雄的话也是所有王者荣耀玩家最熟悉的英雄，对吧？进游戏界面你就会看到他。对，确实。究竟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效果？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到双方 BO5战争巅峰第3季总决赛的第3局比赛，蓝色方是688战队，红色方是9折战队。谁能够率先进入赛点？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是本场解说瓶子，我是本场解说吃多，我是本场解说弗莱。看开局。这把我估计选这个亚瑟这个英雄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去带吧，当程咬金玩。对，你去带线。然后团战的话，万一你要是能够锁到普一星，你一个1-3进去，他也差不多了啊。那9折战队开局跟第1把一模一样啊，怎么说？就完全把9折的战术公式化了。对，看发育路对线的强度，如果说对线对不过就直接不管。对，就是跟第1把一样嘛。对，就是保持推理的野心，说白了。哎，那这样的话，下路这个小鸟还来得及，还没打掉。来，3个人往下一夹，看你敢不敢打。这个你不敢打了，得让了。如果说周琦第一时间跟曹安东一起打的话，就打掉了。其实3把的开局大差不差，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银河拥抱旅途。对着轰，明天哪边好打一点？这不双喜啊，双喜加狄仁杰，双喜这个辅助可是对线之王啊，又能奶又能打伤害，而且打来笑的话，一个护甲鞋其实对他的3个技能都有一定的限制效果，3个强化平 A。对，哎，你看这波亚瑟就把亚联前期血量给压住了，就是因为他本身被动就自带一个回血续航效果。我是老亚瑟，你是小亚联，对，对不对？是的。哎，这波没有我想约，沉默走不了，招风一下，带走一血，让他先拿到，有战术的呀。这就是前期对线带来的优势，你知道吗？如果但凡你前期没有打出这么大的一个优势血量，他这波完全越不了。你别小看原始人。对。啊，这样的话，这波阿古朵是拿了个吃了波线，然后又踢回去，再吃波中，然后再收波野，那是爽，飞了。曹操过来看小野，消沉，3等1走了，外面之局没框到，没问题，反个小野没问题，骚扰一下对面打野。那如果是按这个逻辑推的话，那688这边是发育路也是优势嘛，对吧？对抗路也是优势嘛。阿古朵来到中路，曹操前期跟阿古朵对抗不了，对，那就是3路优势嘛。你手太短了，对不对？抢中线也抢不过我，3线优了。对，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帮狄仁杰推出来嘛，快点推出来，因为狄仁杰作为一个推进的一个射手的话，那个中单就可以看情况一直去帮那个射手去，像9的那个上一把一样去一直给发育路压力。相遇前对头，黄牌没中，没接好这波。对，距离有点远了，有点可惜了。但是强行打发路的话，王德军守塔能力比较强，所以说能帮忙守很久。王日军就一直帮边了。曹操在中路吃塔刀这里，又来大招，来一口。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出隐忍之组，莱西奥开个大招，其实他的每一颗子弹，你的隐忍之组都有一定就是一个护甲加成，对他的伤害都是一定的削减。哦，这个框的话，过来了，这波没啥意义。但曹操很肉啊，这波上去打，牛波再给个点，一波起火，把他先给秒了。斩杀，亚连大招开起来，童哥也要倒，这波童哥连治疗动作都没有放出来，牛波再看又拍到敌人这叫做闪现，但这一波莱西奥隔墙点，又将幻东给带走，流星阵亡，但他已经把自己能做的全部做完了，打了个3换1，这波又是4分钟，这波团战，九德战队也是打赢了，上把也是这个阶段，然后发路也打了一波，然后这波是也是在野区打，对，也是在这边打了一波，然后又把龙给拿掉了，但是基本都好一样啊。4分钟见面，不服就干，就看谁能赢这一波团。对，那不同之处是上一局比赛九哲主动发起了进攻，而这一局比赛是688主动发起的进攻，被打退了的。是的，哎，这波没大招第一时间，张琪给一个拍一下，这个鱼一技能3关走掉，还在最后一丝血，球回来了，没办法。离家太远了，得回家。莱西奥大招上去，对一下，外面之局没有框到。巴夫黏住应该要死了。对，阿古朵应该是可以追点的，没有别的人打他。血包。哎，撞到这波，牛魔顶上去了。牛魔救队友，上路差点被单杀。亚连这波跟过来，再来大招追上去，再来一个一技能挑下一个终结，单杀掉了张彤的亚瑟。啊，现在这个局势一片迷茫啊。一波团战和上路的一个单杀，原本属于688的3线优全部反转过来，但下路现在还是难受的。哎，有机会再点一下，扛了个防御塔，这一波一心闪现过来，一哥是觉得怕伤害不够，还是说想过来闪现 K 个头，想补伤害。那下路还是坚持住了。这波帮那个连杰提了这波发路节奏，其实说实话就是局面已经被平衡住了，下波敌人又能带红。哎，这波上路一套小连控，但是曹操很肉，有大招，扛住了，打后吃个血包，王昭君跟了过来。但是就在旁边有一个桑启拍起来之后，再配合外面这局，直接框死了王瑞星。王瑞星走不掉了啊！牛魔再给个顶。但是自己有点扛不住，最终被狄仁杰追了个普攻过去，幻东收下。亚连来了，这波狄仁杰有点危险。亚连给一个一技能，大招开起来，还在往前倒，但是没办法，他还是倒了。但是688已经打赢了这波团，把人拦在了上路的1、2塔的中间。这一把688打得非常的主动了，不管是输还是赢，每一波复活出来就找你，先把架给打了，打赢的人才有资格发育。对。而且周琦这把跟离异一哥2个人特别敢开，是见人就开，他俩还是很好固定战场的。对，桑启一个2技能贴脸飞过去之后一个拍完了之后，配合离异一星的大招，稳定控制。然后德基呢也去，哎，是拿到了呀，抢到了呀，这个蓝 buff。那曹操有点难受了呀，这波他的发育节奏又要被拖。那本身曹操 CD 比较快，然后蓝 buff 他其实一到中期大招就随便用。蓝 buff 被抢的话，这波有点伤。阵前，但这个局面688是不想让九哲战队发育的，因为莱西奥跟亚连都是需要刷的。所以688打完发育路之后打对方路，前期是帮对抗路打完打发育路，然后再转回去，就猛攻九哲的野区。这波请到之前看到牛魔了。问也是抱团推上路啊，但他们把中手河道给放了呀。这波中手河道放的话，让他们有点危险啊，给对面一个口钻进来了。哎，这波阿武的被激活，但是有血手，然后开出来了。是的，亚连打进去，那问题不大呀，这波。是的，一技能挑起来，牛魔顶上去，但这波呢扛不住，换掉了周琦1换1，但这一波也没办法，莱西奥这个位置伤害直接灌满了，曹操冲上去之后继续粘。但是敌人这个位置能扛住吗？换了个牛魔，但自己也难走了。被赶来的王昭君一个一技能收下，拿到了双杀的王瑞星，潇洒离去，最终打了一波3换4，九哲战队获得了团战胜利。哎，这边的话，阿古朵还没有结束，还有一段打不死，很肉，互相打不死。曹操有大的，走了，不贪了，
其实上波其实挺危险的，因为中左那个位置突然就给对面了，让对面有一个包的机会。对，按理来说，那这波阿古朵没有骗掉这么多技能的话，感觉688这边是要大的呀。是，主要是狄仁杰在被追击的时候打了纯正的输出，一直没有人能碰到狄仁杰，然后曹操才慢慢的把狄仁杰打死。但同样的，小蒲在这个位置也打满了。但是像来笑的话，没有3件套，现在伤害还是不够的。对，遭到牛魔了，牛魔被嫖了半血，顶走了。啊，这个龙到了，这个龙也拉脱了，那这波这龙段还能继续拉扯。已经框到，哎，框到牛魔了，这波看半血牛魔吗？牛魔拍到，大招，拍3个，对，走掉了。桑奇这一个一闪没有拍到人。哎，跑到小金场这波，拉扯一下。亚瑟这个位置，沉默给上。靠着自己的坦度走出来了。这波其实这把只要打起拉团，只要团战如果拉扯的话，那这个桑奇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他能一直奶啊，你右边是九战队这边是个牛魔呀，没有恢复能力啊。你没有续航的。对你这打拉扯的话，就比较亏，要打就打一波团，牛魔直接闪顶上去，亚连直接强行盖进去，然后把团战给开起来，这样才好打。但是如果一直打拉扯的话，这把很难打。左边想打拉扯，但是你右边得果断一点。冲进去，打那种不死不休的团战，对，就打一波。但刚刚龙拉脱了，所以并没有打。等10分钟的这一波龙了。主宰暴君哦，10分钟了，10分钟。炮车出击。感觉10分钟又九德战队这边想换龙。双方都很默契啊，你打你的小龙，我打我的大龙。那开大龙就像缓波节奏嘛，想往后去拖了。发育为主，还是要等莱西奥和亚连嘛。688这个阵容现在打团能力还是很强的。是688这个阵容的话，标准的一个中期阵容。对，中期特别无敌。双续航拉扯，然后也有固定战场的英雄。是688现在就得看一心能不能强行把团给开起来打起来了。他那一波就是因为牛魔的位置站得很靠后嘛，所以其他人过不去，没有办法集火第一时间把牛魔秒掉。来嫖一下，可以拍一套。哎，这一波被正神拉回来了，拉反了牛魔的2技能，那被迫不得不打这波团啊。狄仁杰是黄牌到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对，李毅的2技能的一个正神，让流星2技能已经顶出去的情况之下，改变了方向。是这边动的拉格朵能打一套，但是杀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也不算小概率了 ，KPO 也是经常发生。对。但是毅哥在这一次战至巅峰给我们真的带来太多惊喜了。这一波直接被打残之后，强行大招落地，加了一个盾，开个血手，得走了。有点很危险。有一点很危险。经济都是一个没有拉开，都是5-5开的。对，就看团战怎么打了。跟第一把很像，第一把也是拼大团，看谁在团战上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法。牛魔这波是有想法吗？曹操不在，大概率应该不会开。在下位带线的。哎，这一波线带好是可以夹的呀，包夹。这样的话，曹操有机会能切 C。他没选择往对方的红区绕，闪盘，哎，都空了呀，开空了。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反打。一星万变之局也没了。这一波九哲战队可以出去，对面的关键性技能都交了。这一波抢中没有什么压力的。曹操当着面把技能接光了。想卡位置，要不给中塔上波压力啊？王军傻大卡位置，这波中塔也是给下了。这一波就是在蓝区啊。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把自己的技能全部交完了。交完了以后，以至于在打这片红区的时候浪费了太多人力，中路只留守了1个人，被九哲战队顺利的、轻松的拔掉了这个中路塔。这波没顶到，把自己的闪现给打出来了。对，好像不太要被打一波状态，那要阵亡了，大招开了出来。那亚连这波进去之后也扫掉了亚瑟，这波进去，曹操直接冲进场打一整套，再砍一刀，还让他们双杀。再来，狄仁杰这个位置能点吗？是个切不掉。带走了莱西奥之后，又将亚连配合队友给击杀。
688打了一波2换3，中路的2塔反破。这个阿古朵是没有兵线可以强拆的，这波应该会把对面高地给下去了。高地守不住，哎，有可能会打交地，不打交地，稳一手，走了。今天的3局比赛，第1局和第3局，我们看到688战队在这种中左中右草靠近野区的这个小隘口打团的胜率都是非常高的。他们都是围绕着曹焕东为核心，然后在正面把阵型摆好，然后当90战队冲不到曹焕东的情况之下，让曹焕东第一把的鲁班西豪和这把狄仁杰伤害全部灌满。说到曹焕东的话，第一把曹焕东的不小心。哎，这波家里还有一个九州战队，看两边其实都有点相似啊，就是你蹲我一波，我也想蹲你一波。就这个口子，桑奇现在跟阿古朵在这个口子，这个口子90战队真的要小心谨慎，因为这个地形太利于阿古朵，太利于桑奇的大招和艺兴的技能了。你在这个地方打的话，就是被688的技能完美覆盖。第一把是688当时一哥的王昭君，还有当时童哥的那个墨子，也是技能在那个口子完美覆盖。其实这一波的话，688节奏有点不够紧凑了，浪费了一条主宰线条。没有选择直接压塔，回家拿红，其实有点浪费时间的。你看最后的位置，这波哎被阿古朵找到了。哎，这波是要被留住了呀！哎，扛到了，但是扛住了，先推塔，再追过去的话，外面这局就消失了。压了个下路2塔，回来开龙，再就鱼压上。经济差不大。哎，这波有4之灵啊！那其他人在这边蹲着是想骗一手。看到这个王昭君吗？王昭君一技能被看到了，细节的王瑞星。廖暴君90战队是不敢出来看的，688轻松拿下，然后还能再进一波蓝区，但这一波蓝区感觉90战队有布防，5个人在这里。拿了暴君 buff， 这一波打起来688占优的。对，所以90战队选择了后撤，等你的 buff 结束。其实90战队的话，更多的还是要看亚莲跟曹操能不能从侧面进场，把狄仁杰给处理掉。狄仁杰一死，那后续的团战就好打了。那688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把焕东保得很好。阵神。黄道军被消耗了，交了个大招，狄仁杰2也交掉了。牛魔有机会吗？但是在外面之局里，这是被白条一波状态。牛魔这大招，但是碰到之后闪现逼了出来，这一波亚莲直接落地，配合来香香直接融化掉了焕东。狄仁杰倒了，正面亚莲继续往前挤，在没有狄仁杰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处理掉这个上野了，而且来笑也没有人可以威胁到，张东野已经阵亡，没有了亚瑟，来笑在一闪拍到了，辅助成功切 C， 周琦立大功，而紧接着张大仙站出来了，虽然发一路倒了，但是阿古朵又何尝不是一个射手定位的英雄？拉扯了，是的，继续点，这波能够点掉柯宇，一波团灭了90战队，剩下张大仙一个人。真的是又是打野，又当射手，又当教练，又当选手。张大仙还要带线去推加，但是流星马上要火，还剩最后的1秒的时间，能不能出去把线卡住？刷了一波线出来，牛魔这波出去想顶一下，但是兵线不理他，出不去，回头给大招，线清不掉啊！阿古朵在尽力的去推塔，回头给个大招，翻滚变人形，再点，兵线清掉了，守住了。周琦辅助切 C， 流星辅助极限守家，游走位，这就是游走位，游走位也能当核心。是的。哎，这边右边真的是差一点点啊！张大仙的求胜欲已经溢出屏幕了，虽然他的心率维持的还可以。哎，牛魔顶回来，哎，这波被冻住了，张大仙。亚瑟这一波太靠前了，脱节了，有点太脱节了。对，童哥先阵亡，
有点不小少心。打多，得往回跑。亚连打进去，是的，年年的位置很尴尬，被集火之后一丝血，最终还是被曹操给砍死。难道又是第一把的剧情吗？那剩下阿古朵一个人想跑，王昭君直接给大招接个一技能收下了张大仙，剩下李毅和周琦2人，现在变成了9折战队的反推。下路的兵线可以让王昭君守，剩下来的3个人可以从中路尝试突破，但是688的人能复活，龙哥马上就要活了。4个人过来去压制3人，而且有2塔和高地塔的减速带，只能尝试推个高。2塔能推，高地的话不一定能推得掉。但这波688的阵亡可以让9折战队这边把线给带出去，然后这条龙的话就会集合的比688这边快。最关键的是溥仪星发育起来了，来需要在这个时间段终于发育起来了。现在来需要是有伤害的了，现在打团谁输谁赢就不一定了。来需要这个英雄现在确实有点太弱。但是当他发育到神装的时候，他有一个称号叫来3炮啊，3票秒脆皮嘛，哎，但是对面没有脆皮，还是一个大射其实，是的，这个大射型英雄，偏后期暴龙王环，看左边能不能扯住，因为两边都不带线的话，有超级兵优势。牛魔2级的顶走。这把我已经看到3、4波这样的画面了。左边的688的，他们打法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秒你的前排，我就排起来，我接黄牌，我就是想把你的第一个前排给打掉。对的，这个视野有点不太敢进呀。但是看亚林的位置啊，亚林位置比较好啊，还可以啊。探个草，又过来给了个一技能，探到了草里的人，知道草里有人，是很谨慎。莱西要一直轰。先交到3段1，会被追一套。对，再点几下。莱肖的伤害明显已经很高了。对，打鼓都已经遭不住了。包夹之势不敢出来，688。但是688下路兵线很好，这个龙要是再不动的话，曹操战队就要被拉扯了。柯宇得回家呀。哎，这个龙震一下就回不去了。曹操回去了，曹操回去的话，那9支战队全面回缩。曹操下路漏了，688又开始主动走团。想魔龙逼团啊，这波。这个阵容688肯定是秒不了龙的，只能看能不能留人了。想秒龙肯定不行的。还是等一等，但是你等的话，一会儿柯宇一会就过来了。这一波线理完，后面还刷了一波兵。但688下路是超级兵嘛，还是更厉害一点。看下688是准备再拉扯呢，还是？但688这波中线没有抢啊。对，这波中线没抢的话，要被9折战队给理过去。那这样的话，龙坑河道可能要再稍微让一让出来了。王牌空了。现在9折战队又得思考，到底是带线呢，还是？应该是想打团的。你看亚林的位置一直在找位置啊。但下路线很差呀。其实688在拖周琦的闪现，周琦马上有闪之后就可以一闪拍了。一闪拍接一星的大招，可以稳定框一个。这波一星大招框掉了。但是9折战队下路线很差呀。对，得回去一个。这波牛魔早就闪开了，亚林位置比较好啊。这波贴下路可是2波超级兵的，这边已经先打起来了。这波先上去，亚连开出了血手，加上大招的护盾，快把自己的血量给顶满了，一个终结，打出了一个复活甲，水晶了呀！超级兵进水晶，再刷了一波兵线出来，不用管，9折战队还是输死一波。王军回家了呀！是的，9折战队太敢打了这一波。这一波他算好了，家里会刷这一波兵线出来，下路2波超级兵进去他都不管了，正面强打。王昭君技能丢完的那一刻，直接就点回神。对，太拼了，他们太敢赌了，太拼了这波。大仙一个人，现在要回去一个半血以上的一个小炮车兵，他清不掉，没办法被带走，一波结束，让我们恭喜9折战队再下一局，连追2局，2比1率先进入赛点。这一波角色做的太妙了，真的太敢打了！下路2波超级兵，家里的兵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刷。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放弃掉下路那波兵线，选择正面输死一波，在对面技能在对面技能不全的情况之下，
选择了硬拼一波，而这个时候家里的兵线刷新。是的，而且这波他们配合也比较好，他不像是说上一把。是的，那么让我们再次恭喜九州战队，目前2比1，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恭喜九哲战队让1追2来到了赛点局，这一局确实对于688战队来说是非常可惜的，对他们已经逼近对方水晶的位置了，就差一点点，这个赛点就要拿下了。是，然后拖到了风暴龙王那波团，确实一星的大招也交早了，感觉整体688这边还是有点急。吴伟觉得呢？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在20分钟的时候，一些配合比较差吧，像。688就蹲在左草的时候，然后周琦闪现开团，然后那些 combo 一直没接起来，对，然后像童哥的话，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带治疗，因为我感觉童哥如果带治疗的话，整体就缺失了一部分战力。就感觉确实整体688这边的打团的这种技能衔接没有配合起来，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向是腾哥也发现了一点，就发现688在。就是上一局失利之后回来，立马这个进攻性、主动性都拉满了，对吧？是不是给你这样的感觉，腾哥？这局是啊，上一局感觉畏手畏脚。这一局这局是这个该不该打，见面就打。但确实我更喜欢这样的对局，是吧？更喜欢这样的对局，看得很精神，大家都。对，那蜜姐跟新哥觉得呢？这局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688挺可惜的吧。20分钟之后，前期一直优势，那周黑羽有一波曹操回家了，明显漏了，要不然你就打团，少一个人的情况下，你5个人打4个，要不然打龙，要打团，而直到周黑羽回来，完全没有任何动作，然后又被射手大仙被射手打了一个半血之后，人家就开团了。亚联就绕后了，那波团就基本我觉得没得打了。就是犹豫就会败北嘛。蜜姐感觉呢，这局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觉得边路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召唤师技能，就是其实对抗路有的时候需要做到一些承伤啊，还有牵制对方后排的一些作用。对，感觉这几把好像对抗路的作用没有打出来，就比较可惜。尤其是如果对抗路的玩家平时是那种是属于愿意带斩杀、属于 K 头的那种，他带治疗，为了服从这个集体，他带治疗心情都不好，K 不着头。可能就会跟自己平时的风格不太相像。对，如果说平时一直打这种进攻型的，然后突然切到这种防守一点的，或者说就是会感觉会没有那么主动吧。是。对，我感觉下一把的话，就是可能要考虑一下，就是让童哥去打辅助，就是把他们的轮换的一个基本功用起来。对，去轮换起来。是的，因为我们确实看到像周琦玩辅助，他进攻性都拉满了。对，基本上都是闪现。感觉周琦就是有闪就用。对，就比较很适合对抗路的一个玩法。桑启的闪拍一直都非常的主动，去找一些机会，我觉得挺可惜的。然后刚刚其实腾哥也有说，希望今天的比赛是可以打到巅峰对决的，对吧？现在所以这一把无论如何我要挺688。是，因为我们是 BO5的一个赛制嘛，然后打到第5局就会触发我们的巅峰对决，巅峰对决可能给到大仙儿这边压力就更大了，对，因为也要去设计这个巅峰对决的阵容。只不过他们现在要先考虑的是能不能把这个比分给拖到2比2平，因为九哲战队让1追2之后，整个队伍的气势，包括我们刚刚看到选手们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他们可能又找回了自己当时在半决赛一路连胜的时候的那种心态了，这个是比较可怕的。所以我就觉得688这边确实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蜜姐觉得呢？现在还有什么建议给到688战队？想看巅峰对决。新哥呢？有什么建议给到688战队？提不上建议吧，我会觉得就像吴贝刚才讲的，这个治疗还是慎重一点。其实。亚瑟去打亚联，我觉得带一个斩杀是完全可以压着打的。吴畏呢？今天你刚开始一上来也是看好的688吗？我觉得就是已经敢打了，就是一些细节要再做好一点吧。因为688就是敢打架之后，就是细节会比较糙，然后一些 combo 一直接不上啊，或者开团的时机也开得不太好，所以要注意一下。而九哲战队这边的话，我确实觉得他们可能
现在的整个心态啊、气势啊，都是更加领先的一方嘛。包括在比分上也是，他们就是要稳住自己的这种心态跟状态了。因为今天一上来第一局，我们看到也还是蛮焦灼的。他们当时在第一局面对对方有一个鲁班7号的阵容的时候，当时还是有几波团战，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鲁班7号身上。但这2局，我觉得他们的阵容的阅读能力、消化能力是相较于第一局来讲是要好很多的。他们更加明确了自己在场上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然后包括我觉得还注意到一点，因为我们半决赛当时看到刘星是使用了6局应辅，然后今天688很多次在开团之前，我觉得他们都会主动的先去找一下刘星的位置。因为应辅要去为团队提供视野，他一定会跟团队会站在一个相对来讲有一些距离的地方，然后688战队也不想说可能让他白白去站到这个视野，所以也会在对于这个星姐的应辅上，我觉得是会给到一些战术上的针对的。这个也是他们在半决赛评论席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得出来的一些经验了。好像好几波都是哈，先开了辅助哈。这局的 MVP 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中路，哎，给到了蒲熠星、莱西奥。判团率有86.4%，因为我觉得王昭君的很多动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王若欣的话是上一局周瑜也拿到了 MVP 嘛？回看一下，是在翻盘的时候，蒲熠星的输出都拉得挺满的。对，他也基本上是在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位置进行输出。对，其实688战队这局真的是挺可惜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摸到对手的水晶了，然后被反一波了。风暴龙王团确实可能会心理上有一些被压制。包括这个峡口的地形，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太友好。就这波团也是有一点冲动了。整体看下来，我觉得九哲战队这边确实韧性是打得更足的。无畏呢，感觉今天看了3局比赛了，对于这2支战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我觉得或者他们什么风格的？敢打就行了。印象的话，就打架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然后就在一些细节上就补充一下吧，就2个队都打得挺好的。你刚刚给到688的这种建议，就是说希望他们在位置上再去进行一个优化，对吧？那他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刘星的应辅已经用了3个，就是可以针对一下嘛。是，因为在之前半决赛就打了3局嘛，虽然也是 BO5，但是都是3比0，所以星杰马上要拿出第4个英雄了，等于，那就看他是不是再拿出之前的这些软辅，还是说再掏出第4个应辅？还有什么应辅给星姐推荐的吗？应辅就是他已经用过廉颇、张飞、牛魔，那只剩一个苏烈，也没什么应辅了，在我理解里头。苏烈这个英雄，看星姐有没有练一手了？因为但是感觉苏烈的话比较难，就苏烈有点难，站位啊、开团啊。包括今天其实，在 BP 上我们看到像刘邦啊、孙膑也是频频上的班位的，就感觉今天其实2边还是为这场总决赛去做足了准备嘛。然后包括当时也是听说688在半决赛之后是全员留在北京，在大仙家里一起集训备战的。所以我相信他们为这场总决赛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就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比较短的时间，这种局间休息的时间去调整好自己队伍的一个心态了。因为确实现在是落后的一方嘛，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的。然后包括九哲战队在这个赛季从第1场当时是一直输到淘汰赛，但是直接触底反弹，绝处逢生。然后算上和 KSG 的淘汰赛是1穿3 9比0杀进总决赛的，一路高歌猛进。如果说九哲教练今天在第4局直接3比1带走的话，就要续写他在战至巅峰的3冠传奇了。前2季都是九哲教练拿到的冠军，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还有什么这个无畏觉得接下来周琦可能会拿出来的英雄吗？应该是亚莲吧。周琦的话去对岸路应该还有个亚莲，一个夏洛特，这是他的一个招牌吧。然后童哥的话去辅助的话，应该会选择玩一些应辅吧，来保人。确实，
因为我们看到前几局也是应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嘛，那我们本局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因为我们比赛进入赛点局了，我们的赛内语音后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中场秀，为选手们加油打气，积蓄力量，迎接接下来的关键时刻。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局内语音回放吧。阿古朵在这儿啊！我来传他，我来传过来。哎，这波我咋说，兄弟？我传了。有说法。来，张大仙，一星为大，一星为大了。来，这个。留。在。nice， 来，曹东。射手。好的。打了。OK。哎，看下面王道军。小心！哎，拍王龙军了，接上来，差一丝，弄他，来，上路线，别打了，那就出来了，翠波，哎，亚莲，看一下亚莲，哎，拍到了，接狄仁杰，往后撤吧，狄仁杰，往后拉一下，狄仁杰绕后无敌了，老铁，点死3个，哎，拍到了，老铁，拍到了，我接空了，沙雕能操作吗？我在盯曹老师，回来一点，我跟你们来。完了，动到我了，快走！亚莲有大了，老铁，小心亚莲有大！哎，亚莲没大呀，怎么敢的呀？速度有限，放2技能直接推，继续推，兄弟们！欢迎回来。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是我们大家的老熟人，他是第一个敢带着亲老公上战至巅峰的选手，是情绪价值拉满的战队快乐源泉。我还听说呢，他有一手绝活墨子，在我们的峡谷里没有人能够逃脱得了他的大招硬控，把对手吓得是把都要扮墨子。他就是戚薇。戚薇今天将在我们的战至巅峰带来他的新歌《粉钻》。这首歌也是他的老友薛之谦为他量身定制。好了，接下来准备好我们的尖叫和掌声，一起期待戚薇给我们带来的《粉钻》舞台首秀。你涂满手指的花长出了藤蔓，它见证你从鲜衣怒马到腐烂，满地粉钻，无人看管。你若不敢用挚爱交换。洁白的带你离开，你是否了然这片荒凉的悬崖？来陪我走完世上虚无的红毯，在夜市里的人们不必找答案。小孩不懂那镜头屏的衣衫，我看过一整完整与你的记载，在山脚板上勾着疲倦的勇敢，看不完所有的寒冬就会变暗。见证你从鲜衣怒马到腐烂，满地粉钻，无人看管。你若不敢用挚爱交换，满天红伞，无人生还。我的遗憾是不
魂飞魄散。谢谢，我们把掌声和尖叫送给7位，也谢谢我们的舞蹈老师们，谢谢。哎，朗朗上口，都会唱了。嗨，大家好，嗨嗨，是不是很一唱就会一容易记得的旋律？你要哪边？大家今天好不吝哦，都可以。你哪边都可以。好，我们欢迎7位。嗨嗨，宝贝们，大家好。比赛到这个阶段了，刚刚看的是扣人心弦啊！真的，你什么感觉？一路做过来，看我们的表演赛，再到现在，我们刚刚打成了这样的局面哦，很紧张。从今天表演赛开始，而且我万万没想到炫哥打的那把。精彩啊！2v2，居然打出了7v7的气势，20多分钟有没有？对不对？真的打得好精彩哦！而且刚才那把，哇，我就一直听到那个尖叫的声音。但是可在我在后台后场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荧幕被满满当当挡完，我只能听到尖叫，但是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的这个秀是非常重要的赛点秀，所以7哥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赛点，就不断的就是哎，是不是到我了？哎，再坐下来，哎，再起来，哎，是不是到我了？还没到我，哎，又有变化了。这种，我觉得是非常靠选手们的意志，才能够在最后，有的人逆风翻盘，真的，有的人又可以突出重围，获得最终的这个荣誉。但是真的还是很想要给9折战队，还有我们的688战队一起加油，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就是不管结果怎样，就是打出我们的电竞精神，加油，加油！那在上一次我们战至巅峰是举办了一个音乐会，你唱了一首《你是对的人》，那首歌是写给炫哥的。那这首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故事吗？这首歌其实创作了，就中间磨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然后中间也换了好多版词，最后现在是老薛觉得这版词是他目前这段时间里面最满意的一副词。然后其实想跟大家探讨一些。关于人生和关于一些更深刻一点的事情，而且当中有一句歌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叫做“在游戏里的我们不必找答案，其实玩王者荣耀就开心就好。”跟你喜欢的3、5好友，跟你喜欢的那个人，不管你是情侣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还是朋友关系，还是战友关系，还是闺蜜关系，总之你们勇闯峡谷，你们就是最棒的那一对。是的，这一路走来，相信你也和陈炫在我们的舞台上留下了一地的粉钻，让我们既开心又快乐，对不对？对，就今天我不打辅助了，但是我还是出宝石，我出了粉钻，出了粉钻，对不对？很有寓意啊！也谢谢你，我们的舞台带来了一丝亮眼的粉色，再次把掌声送给戚薇。谢谢。还要问你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请说。现在比赛已经到赛点了，究竟是？不要让我预测。你一般预测的情况是相反还是相准？你能不能先透露一下？我觉得我不是，我跟张大仙不一样。我不是毒奶。你是我是会准的，所以我不敢预测。你把话筒放下来，好，你背过去。这是在直播，对不起。有看到嘴型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就对了。大家已经知道了。好，我知道了。我希望也是。我印证一下，也不一定啊，不一定。这个秘密就留给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好不好？2支战队都加油！再次的感谢。那接下来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将进入我们的赛点局大话王环节，赛点对抗一触即发。